我每次出门，嫂嫂都会主动把自己唯一的衣服脱下来穿到我身上，只因我穿到50年代一个穷的只剩一件衣服的家里。哥哥前些日子进山找食物，冻死在了深山，原主也因为家里断粮3天，饿死在了炕上。再次睁眼，我后知后觉地消化着记忆，四面漏风的土坯房挡不住寒意，胃里的绞痛让我直冒冷汗。我开始思考如何破解这个地狱开局。这时，耳边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刚子，你醒了吗？趁热把这口东西喝了。”我看着眼前这个面色蜡黄的女人，她是我刚过门不久的嫂子林秀。她颤抖着端来一碗观音土产草根煮的泥汤。哥哥死后，全靠柔弱的嫂子才硬撑到现在。我心中泛起酸楚，不敢接那只碗。嫂子，这东西不能再吃了，再吃人就废了。刚子，你听嫂子话，今年大雪下得早，庄稼的收成不是很好，咱家里的存粮不多了。你先把这口喝了，嫂子想好了，一会儿我就去邻村。我都打听好了，隔壁村那个老光棍儿手里有存粮，只要我过去，他答应给2袋高粱面，够你熬过这个冬天的。把自己卖了换2袋高粱面，那个老光棍我听说过，打死过2个老人，是个变态。嫂子要是去了，还能有命在？我看着眼前这个为了让我活命，准备把自己往火坑里推的你，我心中一股无名火起。这火不是冲他，是冲这草蛋的神。胡扯！哥哥虽然死了，但我李刚还在，只要我有一口气，就没有卖嫂子换命的道理。刚子，我没多解释，一仰脖将那土汤灌了下去。现在的我没资格挑食，我要活着就得进食。土汤入腹，虽然难受，却唤醒了体内潜藏的热力，或许是穿越带来的福利。随着微薄热量下肚，四肢百骸竟泛起丝丝暖意。我掀开身上的破棉絮，刚要下炕，动作却猛地僵住。凛冽的寒风顺着大腿根灌进，我这才意识到家里有用的都拿去换食物，我身上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此刻我正赤条条的面对嫂子，场面顿时有些尴尬。嫂子的脸一下子红了。哎呀，刚子，你先别下来。嫂子，把袄脱下来。今儿个这小叔子怎么会提这样的要求？难道是……不，刚子不是那样的人。心里想着，身体却没二话，手正窸窸窣窣的解扣子。当他把带着体温的袄递过来时，只剩单一的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接过袄子，瞥见嫂子因饥饿而严重脱相的身子，心中满是愧疚。不再多想，我利索的套上袄子，勒紧草绳，顺手抄起墙角的柴刀。在家等着，把水烧热了。今晚咱们不喝土汤，吃肉。刚子，你别犯浑，外面那么大雪，你要去哪儿？进山。哟，这不是李家那活不起的小子吗？这是把你嫂子衣服都穿身上了，咋的？你嫂子冻死在里面了？这小子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二流子，仗着他爹是村长，平时没少欺男霸。他眼神轻蔑，越过我往屋里瞟。我说刚子，你家欠的那10斤糙美，今儿个可是最后期限了。你要是还不上，也可以拿你嫂子抵债哦。这王八蛋早就觊觎林秀，哥哥在世的时候还不敢造次，如今拿着当初办丧事借的那10斤糙米做要挟，彻底露出了獠牙。他抬腿就要往院子里闯，眼里闪着邪恶的光芒。你找死！粮食会还，但你要是不老实，我现在就送你上路。滚！我一把将他扔到地上，这孙子爬起来转身就跑，连头都不敢回，生怕我真的一刀下去。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我冷哼一声。王二蛋这种人欺软怕硬，是条养不熟的恶狗。今天吓退他只是暂时的，要是带不回吃的，他绝对会带人来硬的。我紧了紧腰带，转身往村后的深山走去。村后的山连绵起伏，越往里走，林子越密，雪也越深。外围的山头早就被饥饿的村民扫荡干净，别说野鸡野兔，就是耗子洞都被掏空了，树皮都被剥得露出了白茬。要想活命，只能往里走，去那片传说中的禁区。村里的老人说，那里头不干净，有当年土匪留下的迷魂阵，更有成了精的熊瞎子。哥哥就是因为在外围找不到时，稍微往里探了探，就把命丢了。但我没得选，风雪越来越大，能见度不足10米，早上那一点吃食根本就没多少热量。现在的我全凭意志力撑着，饥寒交迫中，我意识模糊，脚下一空，栽进塌陷的积雪，坠入石缝深处。在睁眼时，寒冷尽消，眼前竟是一方温暖的空间，有一亩油汪汪的黑土，中央一口轻视为气的深泉，正冒着白气。这是空间？我瞬间反应过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我用手捧起水喝了一口，水质甘甜清冽，入腹化作暖流，瞬间驱散了所有饥寒，胃不再疼痛，身上的擦伤肉眼可见的止血结痂，连体力与感官都大幅提升。
我抹了一把嘴上的水渍，眼睛亮得吓人。我看向旁边那块田地，只遗憾手里没有种子试验。不过没关系，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可是要怎么出去？心念一动，眼前的景象瞬间变化。我发现我在一个石缝底部，头顶仅余一线天光。我再次感应，只见脑海中浮现团青光，意识一动，我再次进入了那个空间。看来这金手指与我融为一体，可以随意进出。接下来就是上去，力量充盈下，我手脚并用，利用柴刀卡住岩缝，3两下就爬回地面。立于风雪中，我底气顿生，有了这空间灵泉，老子就是这大山里的王。就在这时，一阵粗重的喘息声顺着风飘了过来，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猛地转身，死死盯着右侧的一片灌木丛。那里，一团巨大的黑影正缓缓从雪地里站起来，黑色的鬃毛像钢针一样根根竖起，2根獠牙泛着森冷的寒光，那双豆大的眼睛里充满了被吵醒的暴力。是野猪，而且是一头起码200斤往上的公猪。俗话说，一猪二熊三老虎，在深山里，这种皮糙肉厚、发起狂来连老虎都敢撞的大公猪，才是最难缠的阎王。他显然是刚才被我掉进洞里的动静惊醒的冬眠，此刻正满肚子起床气。要是以前遇到这玩意儿，我转头就得跑，跑慢了就是个死。但现在我握紧了手里的柴刀，感受着体内那股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笑。200斤肉，在这饿殍遍野的年代，这哪里是猪，这就是金山银山，是嫂子活下去的希望。来得正好，今晚的口粮就是你了。那头大公猪显然没把我这个2条腿的瘦猴放在眼里，他刨了刨蹄子，低吼一声，像一辆失控的坦克，卷起漫天雪尘，轰隆隆的向我撞。那种扑面而来的压迫，足以让普通人吓得腿软。但我没等，前世无数次生死搏杀的经验在这一刻觉醒，我死死盯着他冲过来的轨迹，在他獠牙即将挑破我肚皮的一瞬间，动作快的连我自己都惊讶。身体强化后带来的不仅仅是力量，还有恐怖的反应速度。我贴着那带着腥臭味的猪头滑骨，手里的柴刀借着错身的惯性，狠狠劈向他的脖颈。这一刀我用尽了全力，卷刃的柴刀竟然硬生生砍破了野猪那一层厚厚的松油皮甲，深深嵌进了肉。野猪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剧痛彻底激发了他的凶性。他猛地甩头，巨大的力量差点把柴刀甩脱手。他转过身，不管不顾的再次冲撞我，这次速度更快更疯。我拔不出刀，索性松手，那就试试这具身体极限在哪里。面对冲过来的野猪，我一声暴喝，双腿微曲扎稳马步，看准时机，双手猛地探出，死死扣住了那2根锋利的獠牙。巨大的冲击力背着我在雪地上滑行了足足3-4步，撞得我双臂发麻，胸口气血翻涌。但我顶住了，我竟然硬生生靠蛮力挡住了200斤野猪的冲击。野猪也猛了，他这辈子可能都没见过敢跟他比力气的人类。给老子起！脖子上青筋暴起，体内那股热流疯狂运转，双臂肌肉瞬间膨胀了一圈。我双臂较力，雕腹1米，竟然将这头200斤的庞然大物硬生生抡了起来。野猪被我像摔麻袋一样狠狠灌在一棵老松树上，树上的积雪簌簌落下，野猪被砸得七荤八素，口鼻喷血，哼哧声都落了下去。趁你病要你命！我没给他喘息的机会，大步冲上去，骑在猪身上，抡起铁拳，照着他的天灵盖就是一顿暴雨般的乱撞。每一拳下去都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声音。此时的我就像一头比野兽还要凶残的恶魔，直到身下的野猪彻底不再抽搐，脑袋都被砸得塌陷下去，我才停下动作。我大口喘着粗气，抹了一把脸上的热血，看着这头巨大的猎物，我咧嘴笑，露出一口白牙。这猪够全家吃上1个月了，而且那张猪皮、猪獠牙，去黑市上换粮食也够换不少。我从猪脖子上拔出柴刀，找了根结实的藤条拴住猪腿。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风雪更紧了，得赶紧回去，嫂子还在家等着呢。我单手抓起藤条，200斤的死猪在我手里轻得像个警报。我拖着猎物，顶着风雪，大步向山外走去。回到村口时，天已经彻底黑透，家家户户都闭门不出，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我拖着野猪，心情有些急切，也不知道嫂子这一天是怎么过的。王二蛋那个畜生有没有再来骚扰我？我脑中嗡的一声，像是被人敲了一记闷棍，双眼瞬间充血，变得赤红。王二蛋！我几乎是瞬间就反应过来，除了那个仗着他爹是村长就无法无天的杂碎，没人会这个时候来找我。这孙子见我进了深山没回来，这是以为我死了，来吃绝户了。他不仅想要粮，更想要人。我根本来不及放下手里的野猪，脚下发力，整个人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几步冲到院门前。院门虚掩着，显然是被撬开的。叫啊！你叫啊！你那死鬼小叔子早让老虎吃了，今晚没人能救你。老子早就看上你了，乖乖听话，以后少不了你一口吃的，不然老子现在就办了你，再把你扔雪地里冻死。高子，高子救我！惹得天怒地也恼，人间再无红颜笑。留一半相思。
上大道，破天道轮回，什么破散魂飞。我根本没把野猪放下，这头200斤重的、冻得硬邦邦的野猪尸体，就是我手中最趁手的兵器。我双手发力，将野猪尸体扔向王二蛋，尸体带着呼啸的风声，狠狠砸向抗边的王二蛋。王二蛋一句话还没说完，甚至来不及从炕上爬下来，野猪重重的砸在王二蛋的后背上，200斤的分量加上我强化的臂力，王二蛋只觉得像是一座山撞在了身上，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横飞出去。那是脊椎骨断裂的脆骨，他重重撞在对面的背上，把墙皮都撞开了一大块，然后像一滩烂泥一样滑落在地，连惨叫声都没发出来，直接昏死了过去。屋里瞬间安静了，只有风雪呼啸的声音。林秀裹着被撕烂的衣服，缩在墙上，呆呆地看着。没有你，那才叫可悲。怕什么七星无归？什么事与愿违？这一世还我父女几对？这一世我说过，这个家我扛着，谁敢动你我就杀谁。王二蛋那一嗓子虽然没喊出来，但我砸墙那一下动静实在太大，周围邻居早就听着不对劲。老李家出事了，快进去看看！破败的院门被人一把推开，乌拉拉涌进来一群人群分开，一个披着狗皮大衣、戴着帽子、手里拎着旱烟袋的老头背着手走了进来，正是幸福屯的土皇帝村长王大生，他身后还跟着几个狗腿子，一个个横眉立目。王大生一进屋，先是被那头横在地上的巨大野猪吓了一跳，眼皮狠狠抽搐了一下，紧接着他就看到了躺在墙角不知死活、满嘴是血的宝贝儿子。我的儿啊！一探鼻息，还好，气若游丝。人虽然废了大半条命，但还没死透。他猛地转过头，一双浑浊却阴毒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和林秀，像是要把我们生吞活剥了。李刚，你个杀千刀的，你敢杀人！来人啊，把这疯子给我绑了，送去枪毙！我看谁敢！我一把抄起刚才那把柴刀，往身前一横，那把刀上还沾着野猪的血，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渗人的红光。我浑身杀气腾腾，脚踩着那头200斤的野猪头，眼神比深山的饿狼还要凶狠。那几个狗腿子被我的气势吓住，互相看了一眼，谁也不敢先上。这李刚平时是个闷葫芦，怎么今天看着这么邪乎？连这么大的野猪都能弄死，他们这小身板够砍吗？王大生，你儿子大半夜撬我家的门，想侮辱我嫂子，被我当场抓住。按照咱们屯子的老规矩，这就是个畜生，打死勿论。我声音洪亮，震得屋顶灰尘簌簌落下。怎么，你个当村长的还要包庇这个混蛋？此话一出，门口围观的村民顿时炸了锅。啥？二蛋要强暴林秀？我就说这小子平时不干人事，这也太缺德了，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风向瞬间倒向了我这边。虽然村民们怕王大生，但这种爬灰的事儿，在农村那是戳脊梁骨的大罪，谁也看不下去。林秀此时裹着被撕烂的衬衣缩在炕角，哭得梨花带雨，这比什么证据都好使。王大生脸色铁青，他没想到平时老实巴交的李刚竟然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但他毕竟是老油条，眼珠子一转，立刻反咬一口，放屁！我儿子是来要债的，你们家欠我家10斤粮食，今儿个到期了，他是来要账的，你们不但不还，还暴力抗债，把我儿子打成这样，这是杀人害命。说的好听，那你倒是让大家伙说说，这架势，这时间是来要粮食的还是要人的？我指着王二蛋说。王大生眼珠子一转，他可不会在这上面和我掰扯，抬手指着缩在墙角的林秀，唾沫星子喷得老远。什么这的呢？我儿子是来除害的，这林秀就是个丧门星，刚过门丈夫就死了，说不定还会祸害全村。我看咱们屯子遭灾，保不齐就是他招来的晦气。这话太毒了，在这个年头能把人活活逼死。林秀身子猛地一颤，眼里的光瞬间暗淡下去，就要往后缩，把嘴闭上。我一步跨出，像座大山一样挡在了嫂子身前。我哥是为了这个家没的，嫂子为了让我活命，宁愿自己吃土。他不是丧门星，他是我们老李家的恩人。谁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别怪我帮他了。躲在我身后的林秀浑身一僵，他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宽厚的脊背，一时间呆住。从小到大，他第一次感受到被保护的感觉。他那颗早就冻透了的心，没来由的涌起一股暖意，烫得他眼眶发热，心里也是暖烘烘的。王大生还不想放弃，他又指着地上的野猪：“你有种！不过那你倒是说说，这野猪哪来的？如今大雪封山，连我也打不着猎，你个病秧子能打着？肯定是你偷了集体的财产，抓起来，必须抓起来，要债！”我冷笑一声，一脚踢在野猪肚子上，发出一声闷响。这猪是我刚从深山猎回来的，还是热乎的。你说我偷的？村里谁有这本事去深山打猪？要有这本事，咱们屯子还能饿死人？我柴刀一指，杀气腾腾，今儿我就把话撂这儿。欠你的10斤粮食，这头猪够还10倍的。但你儿子私闯民宅，意图强暴这笔账还没算完。王大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看着我那双赤红的眼睛，他知道我是真敢拼命。儿子已经废了，要是再搭上几条命，他也兜不住。而且众目睽睽之下，他要是硬来，这事儿传出去，他也吃不了好。好你个李刚！王大生咬牙切齿，让人抬起王二蛋。既然你能打猎，那就说明你有本事。欠债还钱。
钱咱们一码归一码，那10斤糙米我不要了。但是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抹阴险的笑，从身后的人群里一把拽出2个哆哆嗦嗦的女。这俩人是来投奔亲戚，前2天顾大娘刚走，如今没地方住。我看你既然能打着大野猪，也算有些本事，不如这样，他们2个就先住在你家里吧。我皱眉看去，被王大生推出来的这2个女人都是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样子，一个身材高挑，一个相对矮小一些。此刻2人的眼神中满是对未知的恐惧。在这年头，多了2张嘴，那就是多了2张催命符。王大生这哪里是安置群众，分明是想把我和这2个女人一起逼死。村民们指指点点，李刚这下倒霉了，就是谁家要这种累赘啊？王大生见我不说话，得意的补上最后一刀。另外，既然你家里现在有了4口人，属于有能力户，按照新规定，加上这俩人的口粮指标，下年年底你必须额外上交500斤精细粮。500斤精细粮，周围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如今这大雪封山的日子，这么多粮食，即便是把大家的粮食凑在一起，也不一定够啊。王大生这招太毒了，他不跟我硬碰硬，他用政策压死我。要是交不上，哼哼。王大生冷笑，这俩就送去修水库，那种苦力活，这细皮嫩肉的估计活不过3天。至于你李刚，那就是破坏规矩，也得去劳改。苏婉和刘明月听到这话，吓得脸都白了，腿一软，差点跪下。修水库那是男劳力都得脱层皮的地方，他们去了就是死路一条。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等着看这个刚有些起色的年轻人跪地求饶。谁知我不仅没怒，反而笑了。我目光越过王大生，看向那2个瑟瑟发抖的女子，又看了看被抬在担架上哼哼唧唧的王二蛋。好，这2人我领了。我声音洪亮，震得屋内灰尘簌簌落下。这500斤精细粮，下一年底我也一粒不少的交给你。但今天这事没完，王二蛋，给我嫂子磕3个响头，否则咱们就去找公家，看看公家到底向着谁。我这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气势，彻底镇住了场面。王大生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但他也怕事情闹大，影响自己这村长的帽子。他咬着牙走到担架前，按着半昏迷的王二蛋的头，冲着炕上的灵秀点了3下。行了，磕了，咱们走。王大生一挥手，让人抬着儿子像躲瘟神一样逃出了陈家小院。村民们也渐渐散去，只是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分敬畏，也多了一分同情。这500斤粮可是要把人压死的啊！小院重新恢复了宁静，只剩下寒风呼啸。我关上漏风的破门，找了块木板把门顶死。屋内的气氛压抑的仿佛能凝出水来。林秀惊魂未定，缩在炕角，而新来的苏婉和刘明月正抱在一起，惊恐地看着这个刚才如杀神一般的男人。家里没米了，现在又多了2张嘴。我看着这一屋子的人，心中不仅没有绝望，反而燃起了一股熊熊的斗志。哭什么？我看着想要抹眼泪的林秀，语气放缓，去烧水，把这野猪包了。从今天起，咱们老李家要活得比谁都好。林秀抹了抹眼泪，看了一眼那头巨大的野猪，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至少眼下有肉吃。我转过身，目光落在苏婉和刘明月身上，2人被我这一看，浑身一僵。刘明月更是哭了起来。别哭了，再哭就把你丢出去喂狼。我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意。你俩叫什么名字？我叫苏婉，他叫刘明月。苏婉开口回答。刘明月的哭声瞬间憋了回去，变成了一声滑稽的打嗝。我走到2女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进了这个门，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千金小姐还是什么学生，在我这儿只有一条规矩，听话才有饭吃。苏婉抬头，眼神有些倔强。你要是嫌弃我们是累赘，就把我们赶走好了。赶走？我嗤笑一声，赶走你们就是死路一条。想活命还是想死？苏婉抿了抿嘴，看了一眼旁边可怜兮兮的刘明月，终究是软了下来。他是个聪明人，知道现在这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我们会干活。苏婉深吸一口气，拉着刘明月就要跪下，只要给口饭吃，不把我们送去修水库，我们什么都愿意干，洗衣做饭什么都可以。他咬了咬唇，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不用跪。我一把拉住他，那手虽然脏了点，但确实细皮嫩肉的，我不信那一套。你会什么？我读过几年书，认字儿。苏婉急切地说。行，以后你教我嫂子认字。我又看向刘明月，你呢？我会缝补，我的针线活很好的。刘明月怯生生地举起手，好，这头猪剥下来的皮，还有以后我打回来的皮子，都归你处理。我雷厉风行地分配完任务。林秀此时已经在灶台边忙活开了，他割下了一大块五花肉，切成块，扔进大锅里炖。虽然没有多少调料，只有一点粗盐，但那野猪肉特有的油脂香气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屋子，那是久违的肉香。苏婉和刘明月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2人羞得满脸通红。我转身走到角落里，假装从怀里掏东西，实则意识沉入空间。空间里那口灵泉依旧冒着白气，我用意识取出一小瓶灵泉水，悄悄倒进了正在熬煮的肉汤里。这灵泉水不仅能提鲜，更能调理身体，是治疗这几个女人身上冻疮和浮肿的神药。半个小时后，4个人围坐在炕上，每人手里都端着一碗满满当当的红烧肉。吃吧，我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的肉放进嘴里。苏婉和刘明月再也忍不住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一顿饭是他们逃荒以来吃的最香的一次。灵泉水的作用立竿见影，那种暖洋洋的感觉流遍全身，原本刺痛的冻疮似乎都不那么痒。吃饱喝足，屋里有了人气，也有了热乎气。我担心嫂嫂因为今天的事情留下阴影，起身拉着脸红的嫂嫂坐在炕上，看着嫂嫂手上的冻伤，我满是心疼，从空间里取出一点灵泉水，温柔地抹在嫂嫂的手上。清凉的感觉让嫂嫂不禁一声嘤咛，不自觉的心跳加快。嫂嫂，今天的事情你不要放在心上，他们都是瞎说的，没有什么命数，一切有我，没事的。嫂嫂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我很好，我知道了。嫂嫂，那没事吧？怎么脸红了？我有些疑惑。没事，没事，你看错了，时间不早了，小叔快些休息吧。嫂嫂一把推开我，转身去收拾床铺了。我呆呆地看着嫂嫂的动作，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家里没有多余的东西了，3个女人只能在边上挤着睡觉。我看着这3个女人，心里盘算着明天的计划。野猪肉虽然多，但总有吃完的一天。要想还那500斤精细粮，还得靠空间，而且得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变现，换成真正的钱和票。次日天还没亮，我就爬了起来。林秀和那2个新来的女人睡得正熟
脸上都有了些血色。我没惊动他们，轻手轻脚地穿好那件袄，紧了紧腰带。院子里的雪停了，空气冷得能把废叶子冻住。那头200斤的野猪已经被我昨晚连夜分割好了，自家留了一半，用雪埋在缸里冻着。剩下的100来斤最好的五花肉和2条后腿，被我打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裹。100斤的分量，背在身上沉甸甸的，但这具身体经过灵泉水的滋润，这点分量根本不算什么。我深吸一口冷气，推开院门，走进了茫茫夜色。这年头，粮食就是命，但光有肉还不行，家里缺盐、缺布、缺棉花，更缺种子。要想把日子过起来，得去县城，得去那个物资集散地——供销社。从幸福屯到县城有100多里山路，平时坐牛车得走大半天，但我靠着2条腿，愣是在日头刚爬上山头的时候赶到了县城。县城虽然不大，但是如今这么冷天，街上也没多少人出来，偶尔几个人路过也是行色匆匆。这些人都缩着脖子，面带红润。我直奔供销社，那里是全县唯一的物资供应点，门口早就排起了长龙，都是等着买限购粮或者煤油的老百姓。我背着那个还在往外渗着血水的麻袋，显得格格不入。哎，干啥的？排队去！刚到门口，一个穿着蓝大褂、戴着袖套的售货员就冲我不耐烦地挥手：“买东西要票，没票一边去！”我没理会他的态度，径直走到柜台前，把那个沉重的麻袋往柜台上一放。柜台震了3震，上面的算盘珠子乱跳。我不买东西，我卖东西。我解开麻袋口的绳子，一股子浓烈的肉腥味瞬间弥漫开来。售货员刚想骂娘，但在看到麻袋里露出的东西时，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噎住。那是肉，红白相间，肥得流油的野猪肉。这100斤猪肉可以让人吃上好久的荤腥，这么明晃晃的摆着，谁看都会心俺的娘嘞！售货员咽了口唾沫，眼珠子都直了。这是野猪肉，周围排队的人群也骚动起来，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盯着那个麻袋，像是要把袋子烧穿。收吗？我淡淡的问。收，肯定收。售货员态度180度大转弯，但随即又面露难色。不过这量太大了，我做不了主。你这肉成色太好，而且现在上面对私自买卖管得严。他压低声音，也就是在我们供销社算是给国家做贡献，要是去黑市绝对抓你。但我们这儿价格可是公价定的，给不了太高。我心里清楚，我要的不是高价，是渠道，是合法的物资。去叫你们主任来。我敲了敲柜台，没过一会儿，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女人急匆匆地从后面走了出来。她大概40来岁，面容有些憔悴，眼底青黑，走起路来脚步虚浮，甚至还要扶着柜台喘2口气。这就是供销社主任周红梅，这可是县里的实权人物，为人正直，出了名的铁娘子。周红梅一看到柜台上的肉，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她上前翻看了一下肉质，手指都在微微颤抖。这是你打的？现在这大雪封山的，难为你了。这肉我们供销社全要了，正好给县里的疗养院和机关食堂改善一下伙食。她抬起头，虽然身体看着极差，但说话办事依旧雷厉风行。既然是野味，咱们按特等肉算，我给你1块2一斤，另外再补给你一些工业券，你看怎么样？1块2，这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天价，而且还给券，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我点头答应。就在周红梅招呼人上秤的时候，变故突生。或许是因为刚才走得太急，或者是闻到了生肉的腥气受到了刺激，周红梅突然脸色一白，手死死捂住胸口，她喉咙里发出一种如同破风箱般的嘶鸣声，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主任，周主任！旁边的售货员和顾客吓坏，乱作一团。我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没让他摔在地上。此时的周红梅情况极差，她双眼紧闭，嘴唇紫得吓人，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每一次呼吸都像是要耗尽全身的力气，却根本吸不进气去。这是急性哮喘发作，快叫大夫！售货员急得跳脚，来不及了。我看着周红梅那迅速灰败下去的脸色，心里清楚，这种急症若是没有特效药，等大夫赶过来，人早就凉透了。周围的人都吓傻了，谁也不敢动，生怕担责任。我深吸一口气，把周红梅平放在地上，都散开，别围着，给她透气。我一声暴喝，震得周围人下意识后退。我虽然不是医生，但前世也学过很多医学知识，而且我有更厉害的底牌。我伸手探向怀里，其实是意识探入空间，取出了一个小瓶子，那里面装的是空间里的灵泉水。你要干什么？售货员见我拿个瓶子就往主任嘴边送，急得大喊：“你别乱来！要是主任有个3长2短，你得坐牢！”闭嘴！我冷冷扫了他一眼，想让他死你就继续喊。那售货员被我凶狠的眼神吓住，我捏开周红梅紧咬的牙关，此时他已经意识模糊，根本没法吞咽。我一手按住他的人中，利用特殊的手法刺激穴位，强行让他张嘴，另一只手将灵泉水缓缓倒进他嘴里。灵泉水入喉，仅仅过了几秒钟，原本还在痛苦抽搐、呼吸困难的周红梅身体猛地一震，一股肉眼不可见的暖流迅速在她体内扩散，修复着她的身体。一声长长的、通透的吸气声响起，周红梅猛地睁开眼，胸口的起伏逐渐平稳，脸上那种吓人的紫干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健康的红润。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是看神仙一样看着我。刚才明明看着都要断气的人，怎么喝了一口水，按了2下就活过来了？这是祖传的气功，神医啊！这简直是华佗在世。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叹。周红梅缓过劲来，在售货员的搀扶下坐起身，她感觉自己不仅不憋气了，甚至连常年劳累积攒的腰酸背痛都消失了，浑身轻快的像是年轻了10岁。她是个明白人，知道刚才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周红梅看着我，眼里满是感激和震撼，是你救了我。我收起竹筒，神色平淡，也是赶巧，我学过点土方子，刚才那是家里传下来的
救命水，我也就剩这一口了。我不傻，这种逆天的东西必须找个借口，而且要说的珍贵稀缺，免得被人惦记。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周红梅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我是个粗人，不懂那些虚的。这样，肉钱我给你算双倍。另外，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钱我不缺，只要我想。山里的东西多的是好东西换钱，我缺的是在这个时代行走的通行证。周主任，钱按规矩给就行，我不贪心。我看着他，认真的说，但我确实有个不情之请。我是幸福屯的，你也知道，现在山里日子苦。我虽然有点打猎的手艺，但每次进城卖货都提心吊胆，怕被当成投机倒把。我想求您给我开张条子，以后我弄来的山货能正大光明的送到供销社来换物资。周红梅一愣，随即笑了，就这事，这算什么不情之请？这是给县里支援物资，是好事。他二话不说，让人拿来纸笔，当场刷刷点点写了一张条子，还盖上了供销社的大公章。我接过这张轻飘飘的纸，小心翼翼的叠好放进怀里。有了这张纸，我就有了护身符，以后不管我怎么折腾，或者是从空间里拿东西出来，都有了合法的出处。另外，周红梅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票证塞给我，这些你拿着，买不买棉花都用得着。这次我没推辞，有了钱，有了票，还有了主任的特批。原本那个鼻孔朝天的售货员，现在对我比亲爹还亲。李大哥，您要点啥？这边的棉布是刚到的，厚实。我也不客气，开启了疯狂采购模式。100斤野猪肉，一共换了130多块钱，还有一大把各类票证。在这个工人工资只有20-30块的年代，这绝对是一笔巨本。给我来20斤最好的白面，10斤大米，细棉布扯2丈，花布也要2丈，给家里女人做衣裳。那边的棉花给我来20斤，要新的白的，盐5斤，还有那个铁锅也给我来1口。我买的眼都不眨，周围的人看得眼馋，但没人敢说什么。谁让人家是周主任的救命恩人呢？最后，我看着柜台角落里的一堆纸包，心中一动，那是种子，对，是上头刚发下来的菜种，有白菜、萝卜，还有点那边的西红柿和黄瓜种。不过这大冬天的也没人买，种不活啊，我都要了，别人种不活，我有空间啊。最后，我背着比来时还要巨大的包裹，在一众羡慕敬畏的目光中走出了供销社。出了城，我没急着回村，找了个没人的小树林，确定四下无人后，我心念一动，连人带包裹瞬间消失在原地。再睁眼，我已经站在了那片温暖如春的黑土地上，空间里没有风雪，空气清新湿润，那口灵泉依旧静静地冒着白气。我把买来的物资堆在一边，只留下了那些种子和一把从供销社买来的新铁锹。开干！我脱掉，只穿着单衣，挥起铁锹开始翻地。这黑土地极其肥沃，松软的像蛋糕，而且我发现，在空间里干活，体力的消耗极小，甚至有一种越干越精神的感觉。没一会儿，我就翻出了一大片地。我把白菜、萝卜、西红柿、黄瓜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撒在垄沟里，然后盖上一层薄土。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我找了个葫芦瓢，从灵泉里舀出水，均匀地泼洒在刚种下的种子上。奇迹发生了，就在水珠渗入泥土的瞬间，那些沉睡的种子像是听到了号令，一株株嫩绿的幼苗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土而出，翠绿的叶片舒展开来，酣蓝地吸收着空间里的灵气。只不过几息的功夫，白菜苗就已经长到了手指长，萝卜缨子也绿油油的一片，这生长速度简直逆天，我看得目瞪口呆。有了这个神奇的菜园子，我不但可以让家人吃饱饭，还能在以后的日子里让生活更加富足。我这却拥有一个四季如春的菜园子，新鲜的黄瓜，水灵的大白菜，红彤彤的西红柿，这哪里是菜，这分明就是无价之宝。我又舀了一瓢灵泉水灌进肚子里，擦了擦汗。有了这些东西，加上那张特批条子，老李家的好日子这才刚刚开始。我换回衣服，带上物资，闪身出了空间。此时日头偏西，我背着满载希望的行囊，大步向幸福屯走去。回到家时，天刚擦黑，林秀、苏婉和刘明月正围在灶台边，灶堂里的火映红了他们的脸。见我背着跟小山一样的东西回来，3个人都惊呆了。当那20斤白面、10斤大米、崭新的棉布和棉花摆在炕上时，屋里静的只能听见他们急促的呼吸声。刚子，这都是咱家的。林秀摸着那雪白的面粉，手都在抖。都是咱家的。我脱掉，语气平静。供销社收了咱家的肉，还给了票，以后咱们不吃土了，吃白面。这顿晚饭，林秀用新买的白面蒸了馒头，又炖了一锅野猪肉白菜。白菜是我偷偷从空间里拿出来，谎称是城里买的。那久违的麦香和肉香，让3个女人吃得眼泪汪汪。吃完饭，我以累了为由，早早躺在了炕头，意识再次沉入空间。空间里，昨天种下的蔬菜已经长得郁郁葱葱，小白菜嫩得掐出水，萝卜个头比拳头还大。这灵泉水的催生效果简直逆天。我围着这亩黑土地转了2圈，心里有了规划。光种菜不行，这年头肉才是硬通货。既然地能种，那能不能养？我找来几个木头，那是之前进山时顺手砍的，在空间角落里围了个简易的栅栏，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块生肉扔进去，过了半天也没坏。这里保鲜效果极好，而且灵气充裕，要是能抓点活物进来养着，繁殖速度肯定也快。野猪、野鸡、兔子，只要有了种，那就是源源不断的肉库。想到这，我心里一阵火热。可惜现在手里没猪崽子，也没活鸡，供销社不卖活物，那只能靠我自己去山里抓，还得进山。我看着那片空荡荡的栅栏，下定了决心，这回进山不光是为了吃，是为了给这个空间充实人口，是为了打造我的养殖基地。第2天一早，我就开始准备进深山抓活物。跟打死猎物不一样，得有趁手的工具。我找来家里的旧麻绳，编了几个活扣套索，又把之前买的铁丝做成几个捕兽夹的触发器。最关键的是，我把那把柴刀在磨刀石上磨得锃亮，刀刃泛着寒光。林秀见我在院子里忙活，也没多问，默默地帮我把羊皮袄上昨天划破的口子缝好。她的针脚细腻，缝得格外结实。刚子，这回还要去那么深吗？林秀把缝好的袄子递给我，眼神里满是担忧。得去。我接过袄子，入手温热。家里这些吃的是不少，但坐吃山空不行，我得给咱们找个长久的活路。林秀没再拦我，她知道现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有
有主意，也有本事，那你小心点。他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掏出2个还热乎的白面馒头，塞进我怀里，带着路上吃，别饿着。旁边的刘明月也怯生生地递过来一副护膝，李大哥，这是我昨晚用剩下的布头做的，里面塞了棉花，暖和。苏婉虽然没说话，但也默默地帮我把水壶灌满了热水。看着这3个围着我转的女人，我心里暖烘烘的。这就是家，为了守住这份安宁，别说进深山，就是下刀山我也得去。放心，等我回来给你们带肉。我穿戴整齐，把柴刀别在腰间，绳索挂在肩上，背着那个大背篓，再次走进了茫茫风雪。这次轻车熟路，加上身体经过灵泉强化，脚程比上次快了1倍不止。不到2个小时，我就越过了外围的荒山，进入了那片老林子。今天的运气不错，刚进林子不久，我就在一片灌木丛边发现了一串新鲜的野鸡脚印。我顺着脚印摸过去，只见在一棵倒塌的枯树下，2只色彩斑斓的野鸡正在刨食雪下的草籽。要是以前，我直接一石头砸过去完事，但这次我要活的。我悄悄绕到下风口，从怀里掏出一把昨天特意留下的白米，撒在雪地上，然后迅速布置了一个简易的绳套陷阱。在这冰天雪地里，这些白米对野鸡有着致命的诱惑。没一会儿，那只公野鸡就警惕地探头探脑走过来，看见白米，眼珠子都直了，咯咯叫了2声，低头就啄。就在它脚踩进绳圈的一瞬间，我猛地一拉手中的长绳，绳套瞬间收紧，死死勒住了野鸡的脚脖子。野鸡惊慌失措地扑腾翅膀想要飞，但被绳子拽得死死。另一只母野鸡刚想跑，被我眼疾手快，一块小石子打在翅膀上，扑腾了2下也栽倒在地。得手，我冲过去，把2只野鸡提溜起来，这一公一母正好配对。我心念一动，直接连人带鸡闪进空间，把野鸡扔进那个简易栅栏，又扔了把白米和1瓢灵泉水。这2只刚才还惊恐万分的野鸡，喝了灵泉水后，立刻安静下来，开始在黑土地上欢快地刨食，精神头比在外面还好。有了开门红，我信心大增。接下来的半天里，我像个幽灵一样在林子里穿梭，利用陷阱和强化的反应速度，我先后抓了3只灰兔子，2只母1只公，甚至还在一处树洞里掏了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小刺猬，全都被我扔进了空间。原本空荡荡的空间，现在多了不少活物，热闹了不少。但我的目标不仅于此，我要大家伙越往深处走，树木越粗，光线越暗。在一处被封的山坳里，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骚臭味，那是野猪的味道，而且不止一头。我屏住呼吸，爬上一块高耸的岩石，向下张望，只见山坳的避风处趴着1大2小3头野猪，大的那头是母猪，虽然没有那天那头公猪大，但也得有100多斤。那2头小的还是黄毛崽子，正在母猪身上蹭痒痒，就是它了。我要的就是这一窝，大的吃肉，小的养起来当种猪。但这母猪护崽最凶，不好对付。我没有贸然冲下去，我在唯一的出口处设下了几个结实的绳套绊索，然后爬到上风口，捡起一块大石头，狠狠砸向山坳里。石头砸在母猪旁边，吓得它猛地跳起来，哼哧着就要往外冲。2头小猪仔紧跟其后。就在母猪冲到出口的一瞬间，我猛地拉动早就布置好的机关，一根粗壮的藤条瞬间弹起，带动绳套，正好套住了母猪的前腿。母猪冲势太猛，被这一绊摔了个狗吃屎。我趁机从岩石上跳下，如大鹏展翅，直接骑在母猪背上，一手死死按住它的耳朵，另一只手抽出柴刀背，狠狠敲在它的后脑勺上。母猪哼都没哼一声，白眼一翻昏死过去。那2头小猪仔吓傻，刚想跑，被我眼疾手快，一手一个提溜着后腿抓了起来。进去吧你！白光一闪，我和这1大2小3头野猪瞬间出现在空间里，我把它们扔进特别加固的栅栏区，这下气活了，猪、鸡、兔都有了，我的养殖大业算是有了根基。就在我准备离开深山时，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一处枯死的倒木上长着几朵暗紫色如云纹般的东西，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妖异。我心跳漏了一拍，凑近一看，这是紫灵芝。这几朵灵芝伞盖肥厚，色泽紫黑油亮，隐隐有光泽流转。虽然不是那种千年万年的神话货色，但这成色在这个年代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品。我小心翼翼地用刀尖将它们连着根部的腐木一起挖下来。我知道灵芝是可以人工培育的，只要有菌种，有合适的环境，就能源源不断地长出来。而我的空间灵气充裕，温度适宜，简直就是天然的灵芝培养基，发财了！我把这几株灵芝连同腐木一起送进空间，找了个阴凉湿润的角落种下，又浇了1瓢灵泉水。几乎是瞬间，那几株灵芝就舒展开来，伞盖似乎又大了1圈，甚至旁边还冒出了几个小小的白头，那是新的菌丝体。看着空间里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我长出了一口气。有了这些底子，哪怕外面天塌下来，我李刚也能带着一家人活得滋润。看了看天色，不早了，我整理好衣服，背上空背篓，里面装上在空间里拿出来的货物，哼着小曲，踏上了归途。回去的路上，我还挖到了2株野山参，也被我一股脑扔进了空间里面。这次进山满载而归，我背着那篓装满样子货的背篓，迎着风雪回到了幸福屯。还没进院子，就听见一阵咔嚓的脆响，紧接着是女人的惊呼声。我心里一紧，快步冲进院子，只见自家那破败的茅草屋顶，终于承受不住连日的大雪，轰隆一声塌了一角，房子塌了。刘明月吓得带着哭腔，林秀护着苏婉和刘明月从屋里跑出来，灰头土脸的。好在人没伤着。刚子，这可咋办啊？林秀看着露天的大窟窿，眼泪就在眼圈里转。这大冬天的，没瓦遮头，咱们得冻死了。我放下背篓，看了一眼那摇摇欲坠的房梁，这破房子早就该修了。本来想等开春，既然老天爷不赏脸，那就现在修。别哭，塌了正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语气轻松，安抚住3个女人，你们去灶房烧水做饭，修房子的事交给我。这大半夜的，上哪找木头活你啊？苏婉也急了，我有办法，我把他们支开，转身走到倒塌的后墙处，借着夜色的掩护，我心念一动，从空间里移出了之前在深山里顺手砍的几根老红松。这些木头在空间里已经阴干的差不多了，坚硬如铁。我脱掉
只穿单衣，露出精壮的肌肉，强化后的身体充满了爆发力。几百斤的红松原木在我手里轻得像根烧火棍。我一声低喝，单手将大梁托起，稳稳地架在房架上。接着，我又从空间里弄出早就和好的黄泥，掺上干草，开始修补墙壁。不到2个小时，一个崭新的，甚至比之前更宽敞结实的木刻棱房架子就搭起来。我又铺上厚厚的茅草和油毡纸，等林秀他们做好饭出来一看，全都傻眼了。原本塌了一角的破屋，现在变成了一间结实暖和的大瓦房模样，连窗户都用新木头加固，封上了厚厚的窗户纸。这是变戏法吗？刘明月张大了嘴，别愣着了，进屋吃饭。我招呼他们进屋，屋里火炕烧得滚烫，新修的墙壁挡住了所有的寒风，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一大盆野猪肉炖粉条。最让人惊讶的是，盘子里竟然还有绿油油的炒青菜，那是我从空间里摘的小白菜和黄瓜。刚子，这大冬天的哪来的青菜？林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山里有个温泉眼，旁边长的野菜，我顺手摘的。我随口扯了个谎，一口脆嫩的黄瓜入嘴，那股清香瞬间征服了3个女人的味蕾。在这万物凋零的冬天，这一口绿比肉还珍贵。看着他们吃得满嘴流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晕，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这才是日子。但我不知道，这温暖的灯火在黑夜里却格外扎眼。院墙外，一双阴毒的眼睛正死死盯着屋里的一切。王二蛋裹着破棉袄，冻得鼻涕横流。他闻着肉香，看着那绿油油的青菜，极度的五官都扭曲了。好你个李刚，有肉吃，还有青菜，还修了大房子，你个绝户头凭什么过得比老子好？王二蛋恨得牙痒痒。他爹王大生因为上次的事被我吓住，不敢明着来，但他咽不下这口气。等着，老子这就去找吴大哥去。吴大哥在这一片可是出了名的狠人，我看你这次死不死。王二蛋阴恻恻地啐了一口，转身消失在风雪中。过了2天安生日子，这天一早，我看着空间里那些已经长疯了的灵芝和人参，寻思着得去一趟县城，把这批货出手，再换点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煤炉子什么的回来。嫂子，我进趟山，再去趟县里，晚上回来。我嘱咐了一句，背着空背篓出了门。我前脚刚走，后脚村口就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王二蛋坐在副驾驶上，一脸谄媚的给旁边的一个穿着蓝大衣、满脸横肉的人点火。吴大哥，就是这家，我盯了好几天了，天天吃肉，还有新鲜黄瓜，而且那俩女的不知道哪来的，不然谁家平白无故收留？吴长发吸了一口烟，绿豆眼冒着贪婪的光。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少不了你的好处。现如今物资这么紧缺，他一个人哪来那么多粮食？那是好事，停车去看看。吴大哥一声令下，卡车上跳下来10几个拿着棍棒和绳索的跟班，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我的小院。新修的院门被暴力踹开，林秀正带着苏婉和刘明月在院子里洗衣服，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你们干什么？林秀站起来，挡在2个妹妹身前。干什么？看看！王二蛋狐假虎威地跳出来，指着苏婉和刘明月。吴大哥，之前就是这俩女人欺负我，还有林秀这个女人，收养不知道哪来的人。吴大哥看都没看一眼，挥挥手，几个跟班如狼似虎的冲上来，按住3个女人就捆。放开我，我们不是逃犯。苏婉拼命挣扎，却被王二蛋一巴掌扇在脸上。臭娘们，闭嘴！等到了地方，有你受的。看，那是什么东西？吴大哥走进屋里，看着那还没吃完的半盆红烧肉和角落里的几袋白面，眼睛都直了。好家伙，这日子过得比我还滋润，真不错。一群人像没见过一样，把家里的粮食、被褥，甚至连那口新买的铁锅都给拆了扔上车。林秀他们被像牲口一样扔进了卡车斗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刚子，刚子，救命啊！林秀绝望的哭喊，喊谁都没用。你那小叔子回来也得过来。王二蛋狞笑着爬上车压车，一行人扬长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和破败的院门。傍晚，我哼着小曲回到村口，今天运气不错，空间里的人参长势喜人。我想着回来给嫂子炖个汤补，可还没到家，隔壁张婶就哭天抢地的跑过来：“小刚啊，出大事了！你怎么才回来？婶子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王二蛋带着乡里的吴干事把你家抄了。林秀他们3个都被抓走了，东西也都拉走了，说是要送去劳改，还要判刑呢。我脑子里的喜悦瞬间被冲散，我把背篓往地上一扔，看着那个被洗劫一空的家，看着地上残留的凌乱脚印和车辙印，一股从未有过的暴力之气从胸腔炸开。这群杂碎是真不给我活路啊！王二蛋，你大爷的！我咬着牙，声音冷得像是九幽地狱吹来的风。既然你们不想活，那我就送你们上路。我没有丝毫犹豫，意识一动，从空间里取出那把早就磨得锃亮的开山刀，刀身宽厚，刃口泛着森冷的寒光。我没骑车，也没喊人，我凭借着强化后的身体素质，在雪地里狂奔，顺着车辙印直奔30里外的乡公所。我的速度快到了极致，每一步踏出都在雪地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坑，体内的热流疯狂运转，让我在寒风中感觉不到一丝冷意，只有满腔沸腾的杀意。食堂的大院出现在眼前，大院里灯火通明，无长发的吉普车和拉货的卡车就停在院子。屋里传来划拳喝酒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哭泣声。来来来，喝，今儿真痛快，这里缸家底是真厚啊！嘿嘿，那3个娘们也不错，尤其是那个个子高的，细皮嫩肉，等会让他们签了就业协议，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狠狠让他们给我们打工。这是王二蛋的声音。来，吴大哥，我先敬你一杯，你随意。我站在大门口，深吸一口气，握紧了手里的刀。2扇厚重的大木门被我一脚踹开，重重地撞在墙上，发出巨响。屋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惊愕地看向门口。只见一个浑身冒着白气、双眼赤红如血的男人，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开山刀，像个煞星一样走了进来。谁是吴干事？院子里顿时乱作一团。10几个正在喝酒吃肉的跟班反应过来，纷纷抄起棍棒围了上来。吴干事放下酒杯，醉眼惺忪地走出来，看到是我，不但不怕，反而笑了。哟，这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吴长发打了个饱嗝，指着我：“李刚是吧？你来的正好，你帮助朋友，还
还种了那么多蔬菜，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不过嘛，他搓了搓手指，一脸羡慕。我看你也是个明白人，只要你肯让我跟你一起劳动，也不是不能商量。我冷眼看着他，目光越过人群，看到了坐在凳子上，嘴里塞着破布的3女，她们脸上都很红润，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看到我来，林秀激动得呜呜直叫，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放人！我只说了2个字，放人。想得美！王二蛋跳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苏婉他们是逃犯，你想救人，行啊，拿500块钱来，少1分都不行。500块，在这个普通工人1个月只有20块工资的年代，这简直是想把骨髓都榨干。500块，我气笑了，你们这是明抢啊！抢你怎么了？吴长发把棒棒糖拍在桌子上，在这里你得听我，就让我一起跟你去劳动吧。我一天不劳动，心里憋得慌。给钱是不是就放人？我强压着心头的杀意。当然，我吴某人说话算话。吴长发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我从怀里掏出之前周红梅给的那张纸条，还有那个装了100多块钱的布包，以及几块在深山里面捡到的拇指大小的金子。这里有金子，还有钱，足够500块。我把东西往地上一扔，放人。看到金子，吴长发的眼睛都直了。他们没想到这个泥腿子身上竟然真有这么多好东西。吴长发给王二蛋使了个眼，王二蛋像狗一样扑过去，把钱和金子捡起来，拿起来看了看。吴干事拿在手里掂了掂，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他并没有让我们回家，反而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可爱。钱是不错，但是我想要劳动了。吴长发把钱放在桌上，以帮助别人，这是好事，天大的好事。但我想跟你一起劳动，至于你吗？他猛地一拍桌子，指着我大喝：“走，一起去吃个饭！你既然帮助了我，就别客气。”这就是嘴脸，拿了钱还要命，他们根本没打算放过我。一旦我交了钱，没了价值，就是待宰的羔羊。王二蛋也在一旁狞笑：“李刚，你就认命吧，跟吴干事斗，你还嫩了点。等你进去了，这几个人我们会替你照顾好的。”说完，一脸邪恶的看向绑在那边的3个人，仿佛要把人吃掉。好好好，我怒极反笑，笑声森冷。既然你们不想做人，那我就教教你们怎么做鬼。大家一起走，吃个饭去。吴长发一挥手，10几个兄弟开心的蹦起来，嗷嗷叫着冲了上来。我动了，不再是隐忍，不再是克制。我侧身避开一根砸向头顶的木棍，左手探出，像铁钳一样扣住那人的手腕，用力一折，那人的手腕瞬间呈90度弯曲，惨叫声还没发出来，就被我一脚踹在胸口，整个人倒飞出去，砸倒了一片。紧接着，我不退反进，冲入人群，手中的开山刀并没有用刃，而是用宽厚的刀背。即便如此，以我现在的怪力，这一刀下去也是骨断筋折。闷响声此起彼伏，我就像一头冲进羊群的猛虎，每一次挥手都有一个人倒下。我的腿断了，我的胳膊断了，刚才还嚣张跋扈的跟班们，此刻一个个躺在地上哀嚎，没一个能爬起来。短短1分钟，院子里还能站着的人就剩下了吴干事和王二蛋。王二蛋吓尿了，双腿打颤，转身想跑，我一步跨出，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像提小鸡一样把他拎起来，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这一巴掌我用了5成力，王二蛋半嘴牙都被我扇飞了，满嘴血沫子。我随手把他扔在地上，一脚踩在他的膝盖上。王二蛋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抱着腿满地打滚。最后我看向吴干事，这个胖子此刻正哆哆嗦嗦地掏腰间的配枪。别过来，我有枪，我是老大，你有枪。我冷笑一声，身形一晃，还没等他把枪栓拉开，我已经到了他面前，一把扣住了他的枪管。你就是有炮，今天也得死。我手上用力，那根金刚打造的枪管竟然在他惊恐的目光中被我硬生生捏扁了。鬼啊，你是鬼！吴干事吓瘫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胯下一股骚臭味弥漫开来。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按在旁边的桌子上，那张肥脸被挤压变形。我钱呢？我冷冷地问。在兜里，都给你，都给你。吴干事哭得眼泪鼻涕横流。就在我准备给这狗东西一点终身难忘的教训时，院子大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2束刺眼的大灯光柱射进院子，照得人睁不开眼。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带着刹车声猛地停在院门口，车门打开，先是跳下来2个荷枪实弹的人，紧接着一个穿着中山装、面容威严的女人走了下来，正是供销社主任周红梅，她身后还跟着几个县里的领导。住手！都在干什么？周红梅一声厉喝，吴干事像是看到了救星，也不管自己还在我手里，拼命挣扎着大喊：“周主任，救命啊！这刁民要杀我，他还要抢劫乡公所，快把他毙了！”周红梅眉头紧锁，快步走进来。当她看到满地的伤员，还有被我按在桌上的吴干事时，愣了一下，随即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李刚，周主任，我松开手，把那个变形的吴干事像扔垃圾一样扔在地上，让你见笑了。家里遭了贼，这不正讨说法？贼？谁是贼？周红梅脸色一沉，他就是他。吴干事爬到周红梅脚边，指着我，他窝藏逃犯，还私吞物资，我这是带人执法。执法！周红梅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大红锦旗，上面写着“救死扶伤”8个大字。李刚是我们县供销社的特约采购员，更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家里的物资都是通过正规渠道置换的。至于那2位，周红梅看了一眼被绑在柱子上的苏婉和刘明月，那是我特意委托李刚照顾的难民，怎么就成逃犯了？此话一出，全场死寂。吴干事傻了，王二蛋傻了，委托照顾、特约采购员、救命恩人，这一个个名头像是一座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吴长发，周红梅指着吴干事的鼻子：“你身为我的手下，勾结地痞流氓，欺压良善，勒索钱财，甚至还敢动用私刑，你这是在给组织抹黑！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铐起来，带回县里严审！”那2个人立刻冲上来，将吴干事和王二蛋押上了车。冤枉啊！周主任饶命啊！不管他们怎么哭喊求饶，都被无情的拖上了车。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漫长的牢狱之涯。我走过去，解开了林秀他们身上的绳子，3个女人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没事了，没事了，我轻声安抚。周红梅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满是赞赏。李刚，好样的！那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克制，没出人命，很难得。今天这事
事儿让你受委屈了。周主任严重了，要不是您来得及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我客气的回答，咱们之间不说这些。周红梅笑了笑，正好我这次来除了送锦旗，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县里食堂和疗养院那边对你的菜评价很高，想跟你建立长期的供应合作。走，咱们找个地方边吃边聊。那一晚，乡公所的食堂成了我们的庆功宴。周红梅特意让人做了一桌好菜，桌上摆着红烧肉、炒鸡蛋，还有在这个季节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周红梅坐在主位，我坐在她旁边，对面是还没从惊吓中完全缓过神来的林秀、苏婉和刘明月。虽然满桌佳肴，但这3个女人显然拘谨得很，筷子都不敢伸，只是低着头喝稀粥。乡公所食堂的这顿饭吃的可谓是惊心动魄后的酣畅淋漓。我和周红梅推杯换盏，敲定了未来的蔬菜和药材供应合同。这不仅是一份合同，更是一张通往上层社会的入场券。从今天起，在这10里8乡，再也没人敢动我李刚一根手指头。酒过3巡，周红梅放下了筷子，看了一眼这3个可怜女人，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同情，随即转头看向我，压低了声音，介意不说话。我心领神会，起身跟着周红梅走到了食堂外面的走廊上。寒风一吹，酒气散了不少，脑子也更清醒了。周主任，有什么指示您尽管说。我递过去一根烟，虽然我不抽，但这是场面上必要的道具。周红梅摆摆手没接，正色道：李刚，今天这事虽然平了，但有些尾巴得处理干净。那2个人是逃荒过来的吧？他们的身份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我知道他是真心想帮我，在这年头，户口就是命根子，没有户口就是盲流，走到哪都得被抓，连口粮都分不到。王大生之前就是拿这个捏我的7寸。周主任，我也正为这事发愁。我叹了口气，把早就想好的说辞搬了出来。他们也是苦命人，家里遭了难，一路逃荒过来。这大冬天的，我要是把他们赶出去，那就是2条人命。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我有口饭吃，就不能看着他们饿死。我想让他们就在我家住下，帮着操持家务，我也能安心搞生产。周红梅是个聪明人，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深意，只是住下。我坦然一笑，周主任，咱们不来虚的。我现在没娶媳妇，家里也缺人手。苏婉有文化，能帮我记账；刘明月手巧，能干活。日子久了，也有了感情，那就是一家人。在这世道里，放任他们2个弱女子出去，肯定活不下去了。所以我想帮他们一把，有口饭吃就行。周红梅点了点头，眼中露出赞许之色。你有这份担当，很难得。这事儿我给你办。咱们新社会讲究的就是互助友爱。回头我跟县民政那边打个招呼，就说是给你爷爷辈的远房亲戚安置，给他们上个正式的户口，暂时挂靠在你家户头上。粮食关系也转过来，以后每个月有定量的供应粮。太感谢周主任了，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这可不仅仅是2个户口，这是2张护身符。有了户口和定量粮，他们就不再是任人欺负的难民了。还有个事儿，我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屋里正担忧地望向这边的林秀，深吸一口气，决定趁热打铁。周主任，我想跟您打个结婚报告。周红梅一愣，结婚？跟谁？跟林秀，我嫂子。我声音坚定。周红梅眉头微微一皱，在这个年代，虽然新婚姻法已经颁布了，但农村里对于叔嫂结合这种事，多少还是有些残余的闲言碎语。见她犹豫，我赶紧解释，主任，您也知道我家的情况，我哥走得早，家里就剩我们俩相依为命。前2天他为了我不被饿死，差点就把自己卖了。我们俩之间早就不仅仅是叔嫂的情分了，而且现在新社会了，提倡婚姻自由，打破那些老套的礼教。我想给她一个名分，让她堂堂正正的做我的女人，不用再受别人的白眼。周红梅看着我那双真诚且坚定的眼睛，沉默了片刻，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最后拍了拍大腿，笑了。好，说得好，打破恶俗礼教，追求婚姻自由，这才是新青年该有的样子。周红梅声音洪亮，李刚，你的思想觉悟很高吗？这门亲事，我代表组织同意了，谁要是敢在背后嚼舌根子，那就是跟我过不去。不过现在太晚了，办证的同志下班了，这样我给你开个介绍信，过2天你去县里特事特办，把证领了。等证下来需要几天时间，但这事儿算定下了。谢谢主任成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有了周红梅这句，以后在幸福屯，谁还敢拿我和林秀的关系说事儿？那就是跟公家对着干。回到屋里，3个女人的目光立刻齐刷刷地投了过来，她们眼神里充满不安，生怕我又被带走，或者是刚才的谈话有什么变故。我笑着走过去，坐在林秀身边，也没避讳，直接握住了她那双冰凉的手。咋了刚子？周主任说啥了？林秀紧张地问，手心全是汗。我看了看他们，清了清嗓子，脸上的笑容怎么也掩饰不住。2个好消息，我伸出2根手指。第一，关于你们2个，周主任说了，以后不再是难民了，特批给你们落正式户口，还是吃商品粮的户口，户口暂时落在我家里。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李刚堂堂正正的家人，再也不是什么黑户逃犯了。苏婉手里的筷子掉在了桌子上，她整个人僵在那里，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真的？她颤抖着声音问，眼泪瞬间涌了上来。我们有户口了，不用躲了。真的？周主任亲口答应的，介绍信都给我开了。我从怀里掏出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晃了晃，以后你们就在家里住着，谁也赶不走，这就是你们的家。刘明月再也忍不住，扑进苏婉怀里放声大哭，苏婉也抱着她，2人哭成一团。只有经历过那种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被人随意践踏的日子，才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张纸分量有多重，那是尊严，是活下去的底气。哭过之后，苏婉抬起头，那双泪眼婆娑的眸子里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她看着我，不再是之前那种单纯的畏惧，而是一种深深的依赖，甚至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她突然站起身，拉着刘明月，直直地跪在我面前：李大哥，谢谢你给了我们第2次生命，这辈子苏婉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话里有话，我听得懂，但我没点破，只是把他们扶起来，都是一家人，别说这种话，以后好好过日子。还有第2个好消息，我转过头，深情地看着林秀。林秀被我看有些不好意思，脸红到了耳根子。还有啥事啊？你看我干啥？嫂嫂，不，秀儿，我改了称呼，不再叫嫂嫂。这简简单单2个字的改变，让林秀浑身一颤，眼神瞬间慌乱起来。刚才我跟周主任申请了，我要娶你，周主任同意了，介绍信都开了，过2天咱们就去县里领证，以后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林秀整
个人如遭雷击，傻在了原地。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眼泪像是决堤的洪水一样，从他那双还没消肿的眼睛里流了出来。这么长时间，他守着这个破家，守着傻小叔子，受了多少委屈，听了多少闲话。寡妇门前是非多，尤其是还跟小叔子住在一起，背地里不知道被人戳了多少次脊梁。他做梦都想有个家，有个能依靠的男人，但他不敢想，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觉得这事会被唾沫星子淹死。可现在，这个男人当着外人的面，当着领导的面，说要娶她，要给她一个名分。刚子，你不嫌弃我？林秀泣不成声，嫌弃啥？是我高攀了。我一把将她揽入怀里，紧紧抱着。这辈子只要你不嫌弃我穷，我就守着你过一辈子。我不嫌弃，死都不嫌弃。林秀死死抓住我的衣服，哭得像个孩子。一旁的苏婉和刘明月看着这一幕，虽然还在为自己的新生而高兴，但心里也不禁泛起一丝酸楚和羡慕。那个温暖的怀抱，如今有了主人。苏婉咬了咬嘴唇，眼神复杂。她看着林秀，又看看我，心里暗暗想，只要能留在她身边，哪怕只是看着也好。在这个世道，能遇到这样一个有担当、有本事，还知冷知热的男人，是一种修了几辈子得来的福分。苏婉偷偷擦了擦眼泪，心里暗暗发誓，这条命是李大哥给的，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家照顾好，报答这份恩情。恭喜李大哥，恭喜秀儿姐。苏婉笑着祝福，但那眼神却怎么也离不开我的脸。这一晚，我们是被周红梅安排在县招待所住的。第二天一大早，周红梅不仅派人把户口的事办妥，还特批了一辆县里的马车，借给我用来拉东西。李刚，好好干，我看好你。周红梅把我们送到门口，再次嘱咐，以后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保证不给你丢脸。告别了周红梅，我并没有急着回村。现在的我手里有钱、有票、有车，还有特批条子，家都被王二蛋那个畜生搬空了，现在得重新置办。我赶着马车，带着3个女人，直奔供销社。这一次有了周红梅的面子，那是真正的贵宾待遇。这不料给我来4匹，要做最厚的棉衣，1人2身，棉花50斤，家里的被子都要换新的。那边的搪瓷脸盆印着牡丹花的，来4个，还有暖水瓶也要2，大米、白面再来100斤，油要那个花生油来2坛子，还有那个铁锅最大号的，昨天被砸了，今天买个更好的。我站在柜台前，大手一挥，豪气冲天。3个女人跟在我身后，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物资，眼睛都不够用了。林秀一直在拉我的袖子，刚子，够了，这得花多少钱啊？咱们省着点花，省啥？赚钱就是给自家女人花的。我笑着把几张大团结拍在柜台上，这一句话让3个女人的脸都红了，心里却是甜丝丝的。最后我又带着她们去了成衣柜台，这件红色的棉袄给秀儿试一下。我指着一件大红色的碎花棉袄，这颜色喜庆，正好结婚穿。林秀红着脸换上，整个人显得年轻了好几岁，看着真像个新媳妇。苏婉和刘明月也一人得了一身新衣服，虽然不是大红的，但也都是鲜亮的颜色，把她们衬托得更加是。中午时分，我赶着那辆装得满满当当的双马大车出了县城，踏上了回幸福屯的路。马蹄声碎，车轮滚滚，车上拉的不仅仅是物资，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尊严和未来。3个女人坐在高高的货物堆上，虽然寒风依旧，但她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林秀紧紧抱着那2坛子油，生怕洒了，时不时偷看我一眼，眼里全是爱意。苏婉则摸着身上的新衣服，眼神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偶尔看向我的背影，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下午，马车进了村，这时候正是村民们在外面闲晃悠唠嗑的时候。远远的看到一辆大马车进村，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伸长了脖子看，那是谁家的亲戚？这么大排场，看着像是县里的车啊。当马车走近，看清赶车的人是我时，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下巴掉了一地。李刚，我的天爷，那是李刚，他不是被吴干事抓走了吗？咋回来了？还赶着大马车？你看车上那些东西，那是白面，那是新被子，这一车得多少钱啊？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坐在车上的3个女人，昨天被抓走时还像叫花子一样狼狈，今天怎么一个个穿着新衣服，脸蛋红扑扑的，跟城里的阔太太似的。我目不斜视，手里的马鞭一扬，清脆的鞭声在空气中炸响。马车从那些目瞪口呆的村民面前驶过，溅起一片血泥，没有人敢上前搭话，甚至没人敢和我对视。王二蛋昨天被抓走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全村，那个吴干事听说不仅被撤了职，还要判重刑，甚至可能吃枪子。而这背后就是因为惹了这个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李刚。这件事发生后，村长在家里像乌龟一样，一个屁都不敢放，门都不敢出了。现在全村人都知道李刚上面有人，连县里的周主任都是他的靠山。看着那些敬畏、恐惧、讨好的眼神，我知道从今天起，李家在幸福屯彻底站起来，再也没人敢随便欺负，甚至连大声说话都得掂量掂量。这就是权势和力量带来的好处。我把马车停在院门口，开始卸货。邻居张大爷颤巍巍地凑过来，一脸讨好：“刚子啊，这是发财了。昨儿个我们都担心坏了，那王家小子真不是个东西。”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昨天嫂子他们3个被带走的时候，这些人可是躲得远远的，连个屁都没敢放。张大爷，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以后还得仰仗各位乡亲多照应。我淡淡地说了一句，没再多说。回到家，看着那个没顶的破房子，我心里一阵冷笑。昨晚刚修好就被那帮畜生拆了，不过没关系，这次咱们有更好的材料，有更多的帮手。我招呼了几个平时还算老实的壮劳力，各分了1包烟，加上我自己，重新把房顶修了起来。这次用了买来的油毡纸和新木头，比之前更结实。晚上，新修的屋子里，昏黄的煤油灯光显得格外温馨。那口新买的大铁锅里，正炖着我从空间里拿出来的野猪排骨，里面还加了土豆和粉泥。那浓郁的肉香顺着烟囱飘出去，能在村里飘出2里地。炕桌上摆着雪白的馒头，还有一盘炒鸡蛋。4个人围坐在一起，林秀给我倒了一杯散白酒，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来，咱们干一杯，庆祝咱们家躲过一劫，以后越过越好。我举起酒杯，越过越好。3个女人齐声说，这一顿饭吃的那叫一个香。苏婉和刘明月吃的肚子溜圆，直打饱嗝。林秀则一直在给我夹菜，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这诱人的肉香在村子飘散，对于路过的村民来说也是充满诱惑。
隔壁院子张寡妇家，张寡妇趴在墙头，死死盯着我家冒烟的烟囱，闻着那股肉味，口水流了一地，肚子咕咕直叫。这杀千刀的李刚咋就突然发了？又是大马车又是白面的，这一顿得吃多少钱啊？他眼里全是嫉妒的绿光。以前李刚家穷的跟鬼似的，他还能有些心理平衡，现在李刚突然成了村里的首富，这让他心里像是被猫抓了一样难受。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悄悄摸到了墙根底下，是村里的懒汉赵赖子。咋样，闻着了吧？赵赖子吸了吸鼻涕，阴恻恻地说：“我可是听说了，这李刚在县里发了大财，而且啊，他手里好像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宝贝，不然那王二蛋能疯了似的咬他，周主任能那么护着他？宝贝？”张寡妇眼睛一亮，啥宝贝？谁知道呢？不过我今儿看见他卸车的时候，那个神神秘秘的木头盒子里好像有金光闪过。赵赖子压低声音，纯属瞎编乱造，但在这嫉妒心的驱使下，假话也成了真理。你是说金条？张寡妇倒吸一口凉气，贪婪地吞了口口水。保不齐啊，你想想，他一个穷猎户，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我看啊，这事儿不简单。要是咱们能……两人的窃窃私语淹没在风雪中，但我不知道，在这肉香四溢的幸福背后，新的危机已经在贪婪的土壤里悄悄萌芽，怀璧其罪。在这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富足本身就是一种原罪。夜深了，林秀他们累了一天，加上吃饱喝足，早早就睡熟了。听着身边均匀的呼吸声，我并没有睡意，我轻手轻脚的起身，披上衣服，假装去茅房，实则闪身进了空间。空间里依旧温暖如春，和外面的冰天雪地是两个世界。我站在田埂上，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那一亩黑土地上，第一批种下去的小白菜已经长成了，绿油油的一片，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萝卜更是长得喜人，一个个冒出了头，看着就脆生。旁边的栅栏里，那2只野鸡正在悠闲的踱步，地上竟然多了2颗圆滚滚的野鸡蛋，兔子窝里也多了几只粉嫩的小崽，繁殖速度简直惊人。那头200斤的大野猪虽然被我吃了，但之前抓的小猪崽子正在哼哧哼哧的拱食，长得飞快。最让我惊喜的是那几株灵芝，经过灵泉水的浇灌，这几株灵芝不仅完全成活，而且个头大了1倍不止，紫的发黑，表面泛着一层油亮的光泽，旁边更是冒出了10几株新的小灵芝。这哪里是种地，这分明是种钱啊！我蹲下来摸了摸那些灵芝，现在外面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家里也有了粮食，有了户口，但这还不够。王二蛋虽然进去了，但像赵赖子、张寡妇这种眼红的小人肯定不少，而且随着我拿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早晚会被更有权势的人盯上。而且自己的儿子进去了，村长那种小人不可能坐得住。周红梅虽然是个靠山，但她毕竟只是个供销社主任，想要真正站稳脚跟，光靠蛮力和周红梅的关系还不够，我得更强。身体方面，灵泉水还在潜移默化的改造着我，现在感觉一拳能打死1头牛，但这还不够，我得把前世的那些格斗技巧练回来，把这具身体打造成真正的人形兵器。经济方面，我有这个无敌的后勤基地，下一步得扩大养殖规模。我看着那几头小猪崽子，等这批小猪崽子长大了，我就能拥有一个野猪群，到时候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向供销社，甚至向更高级别的单位供应肉食。只要我成了不可或缺的物资供应商，谁还敢动我？还有这灵芝和人参，这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也能换来今天的人脉。我站起身，目光穿过空间的迷雾，仿佛看到了未来。在这个寒冬腊月里，我手里的粮食和肉就是依仗。媳妇苏婉、刘明月，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摘了一根带着露水的黄瓜，狠狠咬了一口，清脆甘甜。我李刚注定要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掌控一切的粮食大亨，日子就像加满油的汽车，跑得飞快。自从拿到了周红梅的介绍信，又有了那张特批条子，我在幸福屯的日子可谓是风生水起。新房子彻底晾干了，里面摆上了我在县城收购站淘换来的旧家具，虽然是旧的，但我让苏婉和刘明月用抹布擦得锃亮，看着比新的还像样。窗户上贴了大红的喜字，那是苏婉亲手剪，花样繁复，看着就喜庆。是的，我要结婚了。虽然我和林秀早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在名分上，这层窗户纸还没捅破。如今有了正式的批准，我要给她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这几天家里热闹的不像话，因为我手头宽裕，加上空间里的物资充足，我直接放出话去，要在结婚当天摆流水席。这消息一出，整个幸福屯都沸腾了。那些之前躲着我们走的村民，现在一个个脸上堆满了笑，主动上门帮忙，有的帮忙劈柴，有的帮忙搭棚子，甚至连张寡妇都厚着脸皮来送了一篮子干红枣，说是早生贵子。对于这些墙头草，我没给好脸，也没赶人，毕竟结婚是喜事，图个热闹。林秀这几天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她穿着那身我给她买的大红碎花棉袄，整个人像是焕发了第2春，脸上常年挂着的愁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即将为人父的娇羞和幸福。刚子，这也太铺张了。林秀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食材，心疼得直嘬牙花子，这一顿得吃掉多少钱啊？咱以后不过日子，只要你高兴，这就值。我正拿着红纸写对联，闻言抬头一笑，再说了，我就要让全村人看看我李刚的媳妇那是捧在手心里的宝，谁也别想看清了。林秀听了这话，眼圈一红，低下头假装整理衣角，嘴角却忍不住上扬。然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在县里发了大财，又要娶寡嫂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几10里外的林家沟，那是林秀的娘家，那是一个比幸福屯还要穷，还要刁民遍地的地方。而林秀的亲爹林大贵更是10里8乡出了名的滚刀肉、吸血鬼。暴风雨就在这喜庆的红纸背后悄悄酝酿。婚礼定在腊月初8，这一天天公作美，雪停了，久违的太阳挂在天上，照得雪地金灿灿。一大早，李家小院就锣鼓喧天，苏婉和刘明月充当了伴娘，忙前忙后的招呼客人。院子里架起了2口大铁锅，里面的猪肉炖粉条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飘满了整个村子。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来了，一个个拿着碗筷，眼睛绿油油的盯着锅里的肉。
肉。吉时已到，新人拜堂。村里的一位族老高声喊着，我胸前戴着大红花，牵着红绸的一端，另一端是盖着红盖头的灵秀。虽然没有八抬大轿，没有凤冠霞帔，但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一拜天地，我们转身对着门口的天地桌深深一拜。二拜高堂，我父母早亡，至于灵秀的父母，不提也罢。我们对着哥哥李铁的牌位拜了拜。夫妻对，慢着，就在我们要进行最后一步夫妻对拜的时候，一声破锣般的炸雷声猛地在院门口炸响，这一嗓子中气十足，带着一股子蛮横和无理，瞬间盖过了院子里的喧嚣。所有人都愣住了，转头看向门口，只见大门被人暴力推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领头的是个50多岁的老头，穿着脏兮兮的破袄，满脸褶子，一双三角眼里透着精明和贪婪。他手里拎着根旱烟袋，身后跟着2个流里流气的年轻后生，还有7、8个看着就不像好人的壮汉。林秀听到这个声音，身体猛地一颤，红盖头下的手死死抓住了红绸。我知道那是谁，林秀的亲爹林大贵。谁让你们拜堂的？经过老子同意了吗？林大贵大摇大摆地走进院子，一脚踢翻了门口的一个板凳，唾沫星子乱飞，没大没小，不知廉耻。林秀是老子的闺女，老子没点头，谁敢娶她？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村民们都看傻了，有的认识林大贵的开始窃窃私语，这不是林家沟那个老无赖吗？听说当年为了2袋高粱面就把闺女卖了，现在看人家李刚发财，这是来打秋风了。我松开红绸，伸手掀开了林秀的盖头。林秀脸色惨白，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她看着那个所谓的父亲，身体抖得像筛糠。爹，你怎么来了？林秀颤声问道。我怎么来了？我不来，你就要跟这个野汉子跑了。林大贵狠狠往地上啐了一口。好你个林秀，翅膀硬了是吧？男人死了不回家，转头就跟小叔子搞在一起，你还要不要脸？我们老林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这顶大帽子扣下来，不仅恶毒，更是诛心。在这个年代，虽然讲究新风尚，但这种伦理道德的大棒打下来，还是能把人压死。我往前一步，挡在林秀身前，冷冷地看着这个老东西。林大贵，嘴巴放干净点。我和秀儿是自由恋爱，也是正式批准的合法夫妻。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你要是来喝喜酒，我给你添双筷子；要是来捣乱，我捏了捏拳头，骨节发出爆豆般的脆响，那就别怪我不尊老爱幼。哟呵，威胁我！林大贵不仅没怕，反而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夸张的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就开始嚎：大家伙都来看看啊，这还是人吗？娶了我闺女，还想打老丈人，天理何在啊？欺负我们老林家没人啊！他身后那2个年轻后生，也就是林秀的弟弟林大虎和林二虎也跟着起哄。就是李刚，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既然想娶我姐，那咱们就按规矩来。林大虎一脸横肉，眼神贪婪的在院子里的物资上扫来扫去，想进洞房。行，拿钱来。林大贵也不豪了，一咕噜爬起来，伸出一个巴掌。我养大这个闺女不容易，当初李铁那个短命鬼死，这门亲就算断了。林秀现在还是黄花闺女身价，你想娶她，拿500块钱彩礼，另外还要3转1响，少一样这婚就别想结。500块3转1响，周围的村民倒吸一口凉气，这哪里是嫁闺女，这是卖金身菩萨。500块够在村里盖10间大瓦房了。还有那3转1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那是城里干部结婚都不一定凑得齐的大件。还有林二虎补充道，我们哥俩还没媳妇呢，你既然这么有钱，得负责给我们哥俩盖新房娶媳妇，不然你就是不把我们当亲戚。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和嬉戏。林秀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林大贵，爹，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当初家里断粮，你为了2袋高粱面就把我卖给李家当媳妇，我在李家当牛做马的时候，你来看过我一眼吗？如今刚子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你们就来嬉戏，你们还有良心吗？良心能当饭吃吗？林大贵无耻的冷笑，我是你爹，你的命都是我给的，把你卖了那是给你找活路，现在你要改嫁，那彩礼钱就得给我，这就是规矩。没有规矩！我一声断喝，打断了他的歪理邪说。林大贵，你那2袋高粱面的恩情，林秀早就还清了。现在是新社会，不兴买卖婚姻，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你要是再敢在这儿胡搅蛮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公社告你买卖人口？提到公社，林大贵眼神闪烁了一下，显然有些忌惮，但他今天是有备而来。他转过身，冲着身后那群壮汉里领头的一个黑脸大汉使了个眼色。郑屠夫，看你的了，你不是早就看上我闺女了吗？钱我也收了，人就在这儿，你自个儿看着办。那黑脸大汉正是隔壁村出了名打老婆的郑屠夫，他手里拎着把杀猪刀，满脸横肉，一脸坏笑的走上前。嘿嘿，林老头，这可是你说的。郑屠夫盯着林秀，口水都要流下来。这么水灵的小娘们，给李刚这小子确实糟践，我出了50块钱彩礼，这人就是我的了。说着，他一挥手，身后的7、8个打手立刻围了上来。兄弟们，抢人！今晚老子就要入洞房。这老东西不仅是来要钱的，他是做了2手准备，要是给钱就罢了，要是不给钱，就把闺女卖给第2家，一女2卖，无耻，太无耻了！苏婉在一旁气得脸色涨红，想要冲上去理论，被刘明月死死拉住。村民们也看不下去，但看着郑屠夫手里明晃晃的杀猪刀，谁也不敢上前抢人。我笑了，笑得无比森冷。我慢慢解开胸前的大红花，随手扔给旁边的苏婉。媳妇退后。我轻轻推了推林秀，然后转过身，独自一人面对这10几个来势汹汹的恶鬼。我看今天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哟呵，你小子还想逞英雄？郑屠夫挥舞着杀猪刀，满脸不屑。李刚，我知道你有点力气，打过野猪，但我们兄弟也不是吃素的，识相的赶紧滚开，不然老子让你喜事变丧事。废话真多。我没等他说完，身形一晃，主动出击。强化后的身体素质让我的速度在常人眼中如同鬼魅，几乎是一眨眼我就到了郑屠夫面前。郑屠夫只觉得眼前一花，还没反应过来，手腕就传来一阵剧痛。我单手扣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折，那是骨头断裂的声音，清脆悦耳。郑屠夫发出一声惨叫，手里的杀猪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我顺势接住掉落的杀猪刀，反手一挥，寒光闪过。郑屠夫只觉得头皮一凉，他那顶狗皮帽子连同头顶的一撮头发被整整齐齐的削了下来，要是再往下半寸，削掉的就是他的天灵盖。郑屠夫吓得魂飞魄散，捂着断腕一屁股
股坐在地上，裤裆瞬间湿了一片。还有谁？我手持杀猪刀，浑身煞气爆发，眼神如刀锋般扫过那群打手。那群刚才还咋咋呼呼的壮汉，此刻一个个面如土色，腿肚子都在转筋，仅仅一招就废了最凶的郑屠夫。这哪里是猎虎，这分明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林大虎和林二虎更是吓了一跳，躲到了林大贵身后。林大贵也慌了，他没想到李刚竟然这么能打，更没想到他真敢动刀子。你敢伤人，我要去告你，我要去公社告你！林大贵色厉内荏的叫嚣，告我！我一步步逼近林大贵，手里的刀尖指着他的鼻子。好啊，去告，正好让公社看看是谁在光天化日之下抢男霸女、买卖人口。林大贵被我逼得连连后退，最后被门槛绊倒，一屁股坐在地上。但他这种老无赖最擅长的就是撒泼，眼看武力不行，他又开始玩道德绑架。他索性躺在地上打滚，铺天枪地，没法活了。女婿打老丈人了，闺女不孝啊，看着亲爹被人欺负也不管啊！老天爷啊，你睁开眼劈死这对狗男女吧！周围不知情的村民，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开始指指点点。虽然这林大贵不是东西，但毕竟是亲爹啊。是啊，这么对待长辈确实有点过了。流言蜚语像刀子一样扎在林秀心上，他捂着嘴，眼泪止不住的流。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却被亲爹搅和成这样，成了全村的笑话。他看着我为了他拿着刀拼命，还要背负不孝的骂名，心如刀绞。够了，别嚎了！林秀突然尖叫一声，冲到院子中央。他那双平日里温柔似水的眼睛，此刻充满了决绝和死寂。爹，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你才甘心？林秀颤抖着声音问。死？你死了也是我林家的鬼。林大贵看林秀出来，以为拿捏住了软肋，立刻爬起来，不想死也行，拿钱500块，1分不能少。好，好。林秀惨笑一声，突然转身，一把抓起桌上用来剪喜字的剪刀，猛地抵在自己的脖子上。秀儿，我大惊失色，想要冲过去。刚子，别过来！林秀凄厉地喊着，锋利的剪刀尖已经刺破了皮肤，鲜红的血顺着雪白的脖梗流下来，染红了大红棉袄的领口。全场瞬间死寂。林大贵也吓傻了。爹，你生了我，养了我10年，那2袋高粱面换了我的心声。今天你要是非要逼我，那我就把这条命还给你。林秀眼神空洞，一步步走向林大贵。我死了，你就不用再想着用我换彩礼了，刚子也不用再受你的气了，咱们两清。说着，他手上一用力，剪刀就要往里刺。慢着！我高喝一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泛黄的纸，那是当初林大贵把林秀卖给我家时签的契约。前2天盖房子的时候被我发现了，然后藏到了系统空间，大家伙都看清楚。我高举那张契约，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嘈杂。这是白纸黑字，林大贵以2袋高粱面为价，将女林秀卖于李家，立字为据，生死不论，永断亲缘。我几步冲过去，一把夺下林秀手里的剪刀，将她死死护在怀里。林大贵，你当年为了活命，已经把闺女卖了，既然签了死契，收了卖身粮，她在法律上，在道义上就已经不是你林家的人，你现在还有什么脸来说她是你的闺女？还有什么脸来要彩礼？这张契约一出，舆论瞬间反转。在这个讲究契约精神，同时也痛恨旧社会卖儿卖女恶习的年代，这张纸就是铁证，太不是东西了。卖了闺女还要再卖一次，这也配当爹？简直是畜生！村民们的唾沫星子差点把林大贵淹死。林大贵看着那张泛黄的纸，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没想到这东西居然还在，那是旧社会的，不算数。现在新社会讲亲情，林大贵还在狡辩。你也知道是新社会。我怒喝一声，新社会讲的是妇女解放，讲的是婚姻自由，你这种买卖包办婚姻的行为就是违法。林大贵被我一番话对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这种滚刀肉，只要不看见棺材是不会落泪的。好啊，好你个李刚，你拿张旧社会的破纸来吓唬谁？林大贵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跳脚。我告诉你，今儿这事没完，公社的人怎么还没来？我要告你，我要去县里告你。他话音未落，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2声清脆的喇叭声在安静的幸福屯显得格外刺耳。村民们纷纷回头，只见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停在了门口，车门打开，先是下来2个穿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紧接着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神色威严的中年女人走了下来，正是供销社主任周红梅。林大贵没见过世面，但一看这小汽车和这身行头，就知道是大领导来了。他眼珠子一转，以为这是老天爷给他送来的救兵，立马扑了上去，跪在吉普车前就开始嚎：“青天大老爷啊，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林大贵鼻涕一把泪一把，指着我就开始编排：“这个李刚，他是村里的恶霸，他抢男霸女，还要杀我这个老丈人。我好心好意来看闺女，他不仅不认账，还拿刀要砍死我。您看看地上这血，这都是被他砍的啊！”周红梅眉头一皱，看了一眼地上跪着的林大贵，又看了看院子里剑拔弩张的场面，最后目光落在我手里那把带着血的杀猪刀上。李刚，这是怎么回事？周红梅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林大贵一听领导质问我，更来劲了：“领导，他就是个流氓，还是第一个恶霸，他精神不正常，您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判他个无期徒刑，最好是枪毙掉。”林大虎和林二虎也凑上来帮腔，对，还要把那个女人抓起来，她不忠不孝，还不给我们钱娶媳妇，简直是败类。我刚想开口解释，周红梅却摆了摆手，示意我不用说话。她冷冷地看着还在地上撒泼的林大贵，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不知死活的蚂蚱。你说李刚抢男霸女？周红梅问。对，千真万确。林大贵信誓旦旦。你说他是不法分子？没错，全村人都知道。周红梅突然笑了，笑声里满是嘲讽。她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红本本，还有一个厚厚的红包，大步走进院子。那我今天倒要听听了，我怎么也成了不法分子的同伙？周红梅走到我面前，把那个红本本郑重地递给我。李刚同志，林秀同志，恭喜你们，这是县里特批下来的结婚证，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什么？林大贵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嚎叫声戛然而止，全场哗然。结婚证，县里特批，这年头农村结婚大多就是摆个酒，真正去领证的没几个。而李刚这结婚证竟然是供销社周主任亲自送来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门亲事是组织上认可的，是经过官方盖章的。周红梅又把那个厚厚的红包塞到林秀手里，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还有车上那些烟酒
糖茶，都是给你们的贺礼。李刚是我们供销社的特约采购员，更是我的救命恩人，谁敢污蔑他是恶霸，谁敢说他是流氓？周红梅这番话就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林大贵父子的脸上。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林家人，此刻一个个面如土色，鬼肚子直转筋。领导，这是误会。林大贵哆嗦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腿软的根本使不上劲。误会？周红梅眼神一凛，刚才你不是说要告状吗？好啊，那就当着大伙的面说说，到底是谁在抢男霸女，是谁在买卖人口？周围的村民们早就看林大贵不顺眼，刚才碍于他的淫威不敢说话，现在见风向变了，立马开始落井下石。主任，我们作证，是这林老头不讲理，他当年把闺女卖了，现在又要来卖一次。对，他还带了隔壁村的郑屠夫来抢亲，那个拿杀猪刀的就是，他还讹诈李刚500块钱，简直是土匪。舆论瞬间反转，林大贵此时就像个被扒光了的小丑，站在人群中间，接受着所有人的指指点点和唾骂。你们！林大贵指着村民，想骂却骂不出来。周红梅听完村民的控诉，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好大的胆子，在新社会还敢搞这种买卖婚姻，还敢聚众持械抢亲，这简直是目无法纪。他转身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去，把这几个闹事的全部带走，好好查查他们还有什么案底。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惩。”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拿出手铐。郑屠夫捂着断腕，正在哀嚎。第一个被铐上，林大虎和林二虎吓得想跑，被几个义愤填膺的村民死死按住。林大贵见大势已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林秀磕头：“秀儿，你救爹啊！爹也是一时糊涂啊，咱们可是亲父女啊！”林秀看着这个刚才还要逼死自己的父亲，眼中最后一丝温情也消失了。他转过身，挽住我的胳膊，冷冷地说：“你早就已经签了断亲书，从那天开始，你是死是活，已经与我无关了。带走！”在一片叫好声中，林大贵一行人被押上了车，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牢狱改造。这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送走了瘟神，婚礼继续。有了周红梅这个大领导的坐镇，这场婚礼的规格瞬间拔高了几个档次。刚才那些躲得远远的亲戚朋友，现在一个个凑上来敬酒，恨不得把李刚夸成一朵花。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重新给林秀盖上红盖头，牵着她的手走到了天地桌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当我们弯腰对拜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林秀红盖头下微微颤抖的双肩，这一次是幸福的颤抖。李成送入洞房，在一片欢呼声中，我抱起林秀，苏婉和刘明月跟在后面撒着喜糖，脸上带着真诚的祝福，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羡慕。酒席一直摆到了月上中天，村民们吃得满嘴流油，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都在夸李刚仁义，夸林秀有福气。送走了宾客，送走了周红梅，小院终于安静了下来。新房里红烛摇曳，林秀坐在炕沿上，有些局促地绞着衣角。我走过去，用秤杆挑开她的盖头，灯光下，她那张清秀的脸庞红得像熟透的苹果，眼神里既有羞涩，又有期待。媳妇，我轻声唤道。林秀低低地应了一声。我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说：“今天让你受委屈了，但我向你保证，从今往后，只要有我在，绝不会再让你掉一滴眼泪。这个家，我是顶梁柱，你就是掌柜的，咱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林秀眼圈一红，主动扑进我怀里，紧紧抱着我的腰。刚子，有你这句话，我这辈子就值了。这一夜是幸福的一夜。第二天一早，我是被一阵诱人的饭香勾醒，睁开眼，身边的被窝已经空了。我穿好衣服来到外屋，只见林秀正系着围裙在灶台边忙活，苏婉在切咸菜，刘明月在摆碗筷。看到我出来，三个女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起来了，快洗脸吃饭。林秀像个贤惠的小媳妇一样，把热毛巾递给我。桌上摆着金黄的小米粥、白面馒头，还有一盘切得薄薄的酱肉。吃着这热乎乎的早饭，看着屋里这温馨的一幕，我心里充满了满足感。但这满足感背后是更深的危机感。虽然林大贵倒了，但我家这日子过得太招摇了。昨天那一顿流水席，吃了好几十斤肉，村民们羡慕是羡慕，但背地里肯定有人眼红。这肉和菜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来路。我心里盘算着，总是说是深山打猎或者从县里买，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谁都得怀疑。尤其是空间里的蔬菜长得太快了，而且冬天吃青菜，这本来就是个极其扎眼的事儿，得搞个遮羞布。媳妇，待会儿吃完饭，你在村里吆喝一声，我放下筷子，咱们家要在后院那块空地上盖个大棚。大棚？林秀一脸茫然，就是用塑料布和草帘子搭的暖房，在里面种菜。我解释着，这天越来越冷了，咱们不能坐吃山空。我在县里学了点技术，能种反季菜。种菜这大冬天的能活吗？苏婉也有些怀疑，能不能活，试试就知道。我笑了笑，你告诉大伙，来帮忙干活的，一天5毛钱工钱，管2顿饭，顿顿有肉，一天5毛，还管饭有肉。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了整个幸福屯。这年头，大家都在家里猫冬，没有粮食，在家维持着最低的消耗，一天5毛钱，那可是壮劳力干2天的工钱，更别说还有肉吃了。一时间，李家小院被挤破了头。刚子，叔来帮忙，叔有的是力气。刚子哥，你看我行不？我瓦匠活好，就连之前跟王大生走得近的几个村民，也都厚着脸皮凑上来。我来者不拒，挑了20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大家伙听好了，这大棚是我从县里引进的新技术，咱们要在大冬天种出黄瓜来。这活要是干成了，以后咱们全村都能跟着沾光。我站在高处，一番动员，把村民们忽悠得热血沸腾。虽然他们心里还是犯嘀咕，觉得这大冬天种菜是痴人说梦，但这工钱和肉可是实实在在的。开工，这年头的人干活是真舍得出力气，挖地基、夯土墙、架龙骨。我从空间里弄出之前在供销社买的竹竿和塑料布，为了保证温度，我特意在墙体里加了厚厚的玉米杆，还设计了土暖气管道。短短3天时间，2个占地1亩多的大棚就拔地而起。当塑料布蒙上的那一刻，外面的寒风被挡住了，大棚里因为烧了炉子，温度迅速升了起来。神了，真暖和！村民们走进大棚，一个个啧啧称奇。接下来就是移栽，我让村民们把土翻好，然后把所有人支走，说是要进行秘密技术处理。趁着没人，我把空间里那些已经长到半大的黄瓜秧、西红柿苗，连带着根部的黑
头，一股脑的移栽到了大棚里，又用稀释过的灵泉水浇了一遍。第二天一早，当村民们再次走进大棚时，全都傻眼了。只见昨天还是光秃秃的土地上，现在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那些秧苗不仅没蔫，反而精神抖擞，甚至有的黄瓜秧上已经挂了指头长的小黄瓜鸟。活了，真活了，这是神迹啊！刚子真是神人。村民们对我的敬畏更深了一层。现在我说我是神仙下凡，估计都有人信。没过几天，第一批顶花带刺的黄瓜就下来了。我给帮忙的村民每人分了2根，大家伙拿着这就跟拿着金子似的，舍不得吃，带回家给孩子尝鲜。李家大棚种出黄瓜的消息很快就传出了幸福屯，传到了乡里，甚至传到了县里。这个时候，如果能吃上一口黄瓜，简直就是奇迹。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邻村售货店大老板孙大炮正坐在办公室里，听着手下的汇报，眉头紧锁。你是说那个李刚在大冬天种出了黄瓜，还给村民发肉吃？孙大炮是个典型的小人，靠着整人上位，最见不得别人好。而且他最近正愁没东西巴结市里的领导，这反季蔬菜简直就是送上门的祥瑞啊！不仅如此，听说他之前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人物，一夜之间突然有了钱财和能力，这其中一定不简单。手下添油加醋，孙大炮把烟头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绿豆眼里闪过一丝贪婪的光。好啊，这小子是在搞地主那一套。这黄瓜是咱们县的荣誉，怎么能让他一个私人把持？他站起身，大手一挥，给我好好盯着，下次他来要第一时间通知我。大棚里的菜长是喜人，第一批黄瓜已经下来了，村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我知道，光靠周红梅一个供销社主任，怕是镇不住这场，我得再找个更硬的靠山。但是这个一时间急不来。这天一早，我跟林秀打了声招呼，说是去深山里找点稀罕草药，给大棚里的菜配点秘方。实际上，我想进山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机会，顺便给空间里再添点物种。大雪封山，深山老林里寂静的可怕。我凭着记忆往更深处摸去，那里是真正的无人区，连最老辣的猎人都不敢轻易涉足。刚翻过一道山梁，我突然感觉不对劲。前世我也当过几年特种兵，我对危险有着近乎本能的直觉。空气中弥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杀气。左侧的灌木丛里传来极其细微的树枝断裂声，有人，而且是个练家子。我没动声色，假装在雪地里找草药，身体却微微紧绷，做好了随时暴起的准备。突然，一阵劲风袭来，一道穿着白色伪装服的身影从雪堆里暴起，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直奔我的后脑勺。要是换了普通人，这一闷棍下去肯定晕菜，但我早有防备。我猛地矮身，避开木棍，反手抓住那人的手腕，顺势一个过肩摔，那人被我狠狠摔在雪地上，哼了一声。还有同伙，我感觉到四周又有几道气息逼近，上，拿下他！有人低喝，4、5个同样穿着伪装服的汉子从雪窝里冲出来，形成包围圈。我冷笑一声，丢下背篓，主动迎了上去。这些人的身手都不错，招式凌厉，一看就是练过，但在经过灵泉水强化的我面前，还是不够看。我身形如电，拳脚并用，不到1分钟，这4、5个汉子全都被我放倒在雪地上，一个个捂着肚子哎呦直叫。停手，都住手！就在我想下狠手的时候，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一个穿着厚实军绿色大衣，脸上带着刀疤的中年男人从林子里走了出来。他看着满地的手下，又看看毫发无伤的我，眼里闪过一丝震惊和赞赏。小伙子，好身手啊！哪怕是我手下最精锐的侦察兵，在你手里都走不过一招。我停下动作，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看他的气质和那身衣服，不用问，是这里附近驻训部队的领导。误会，都是误会。中年男人摆摆手，示意手下把武器收起来。我是驻扎在这一带的团长陈国栋，我们在搞冬季野外拉练，把你当成那个奸细了。我拍了拍身上的雪，不卑不亢，原来是陈团长，我是幸福屯的村民李刚，进山采药的。采药。陈国栋看着我，眼神玩味，我看你这身手不像是个普通村民啊，以前跟路过的道士学过2手。我随口胡诌，误会解除，气氛缓和了不少。我注意到这些战士虽然精气神不错，但一个个面黄肌瘦，甚至有的嘴角都烂了，这明显是严重的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陈团长，你们这伙食不太行啊，我感慨地说。陈国栋叹了口气，也没瞒我，不瞒你说，这大冬天的，后勤补给跟不上，战士们天天吃咸菜疙瘩，别说肉了，连口新鲜蔬菜都吃不上。这不，好多战士都得了夜盲症，还有烂嘴角。我心里一动，机会来了。陈团长，要是你能信得过我，蔬菜和肉我有，你有？陈国栋一愣，这冰天雪地的，哪来的蔬菜？我在村里搞了个新模式的温室大棚，刚种出来一批黄瓜和小白菜。肉吗？我还是个猎户，这点手段还是有的。我从怀里掏出2根早就准备好的黄瓜，递给陈国栋尝尝。陈国栋接过黄瓜，那是真黄瓜，顶花带刺，脆生生的。他咔嚓咬了一口，清香瞬间溢满口腔。好东西！陈国栋激动的大腿一拍，李刚兄弟，你这有多少？我全要了，只要团长开口，管够。我笑了，不过我也有些难处，你也知道，这年头我这私人搞的大棚，容易被人眼红。我正愁这批菜没个正经去处。陈国栋是个聪明人，立马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这好办。陈国栋大手一挥，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团的编外后勤供应员，你的大棚那是咱们团的军民共建副食品基地，我看谁敢眼红。有陈团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和陈国栋当场敲定了合作，每3天我会往团部送1次菜和肉，作为回报，团里会给我开具正规的采购证明，甚至还能提供一些保护。这简直是一拍即合。告别了陈国栋，我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口头协议，心情大好的回了家。有了老大这层关系，我看谁还敢动我。然而我还是低估了某些人的贪婪和无耻。第2天一早，我装上着林秀他们连夜摘下来的2筐新鲜黄瓜和小白菜，赶着马车去了县城。原本是跟周红梅约好的，先把这批菜送到供销社，可刚到县城路口，就被一队穿着制服的人拦住。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戴着个大盖帽，看着就像个土匪。这是邻村的大老板孙大炮。停下，干什么的？孙大炮用棍子敲了敲车辕。送菜的。我勒住马缰绳，送菜。孙大炮掀开盖在筐上的棉被，看到里面水灵灵的黄瓜，眼睛瞬间直了。他拿起一根黄瓜，也不擦，咔嚓
咬了一口，呸，什么破玩意，馊的！孙大炮嚼了2口就吐在地上。其实那黄瓜脆嫩的很。他斜着眼看着我，这菜不合格，严重变质。你是哪个村的？敢往县里送这种烂菜，是不是想毒害人民群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知道这是碰上找茬的，我是幸福屯的李刚，这菜是周红梅主任定的，我搬出了周红梅。周红梅，孙大炮冷笑一声，他周红梅算个屁，老子才是管这片的。我看你这小子鬼鬼祟祟的，不仅卖烂菜，肯定还有别的问题。他大手一挥，来人，把车扣了，人带走，好好审审。几个人冲上来，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按住。我没反抗，这时候动手，有理也说不清，而且我也想看看这孙大炮到底想干什么。带走，关进小黑屋。孙大炮一脸得意，看着那满满2筐蔬菜，心里乐开了花。这要是弄回去，那就是天大的功劳，还能给自己捞不少油水。我被带到了一处偏僻的院子里，关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孙大炮并没有审我，而是把门一锁，带着人直奔幸福屯。他不仅要抢这车菜，还要去抄我的老窝。幸福屯，林秀正带着苏婉在大棚里忙活，突然大棚的门被粗暴的踹开，孙大炮带着10几个人闯了进来，都给我停手！孙大炮背着手，像个领导一样视察着满棚的蔬菜，眼里的贪婪根本藏不住。好啊，这规模，这产量，李刚那个刁民竟然敢私自搞地主那一套！林秀吓坏了，上前拦阻：“你们干什么？这是俺家的地，俺家刚子呢？你家刚子？哼，因为投机倒把、卖毒蔬菜已经被抓起来了。”孙大炮一脸狰狞，从现在起，这大棚被征用，所有蔬菜充公。你胡说，刚子不会干坏事。林秀急哭了，还敢顶嘴！孙大炮一巴掌扇在林秀脸上，来人，把这2个女的看住，剩下的人给我摘菜，一根不留。与此同时，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的王大生也跳了出来，他终于等到了机会，这一次他要把李刚往死里整，给自己的儿子报仇。领导，我作证，这个李刚平时就不老实，经常半夜鬼鬼祟祟进山，肯定跟特务有勾结。这大棚就是他们接头的据点。王大生这是要往死里整我。就在孙大炮指挥人疯狂掠夺的时候，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周红梅从车上跳下来，脸色铁青。她原本在供销社等我送菜，结果左等右等不见人，派人一打听，才知道我被孙大炮扣了，菜也被抢了。孙大炮，你干什么？周红梅冲进大棚，厉声呵斥。孙大炮看到周红梅也不慌，他早就看周红梅不顺眼，这次正好借机把她也拉下水。哟，周主任来了。孙大炮阴阳怪气地说：“怎么，东窗事发了？我告诉你，李刚犯的是重罪，这大棚就是证据。你身为干部，不仅不举报，还跟他同流合污，我看你这个主任也别当了，你血口喷人！”周红梅气得浑身发抖。李刚同志是好人，这大棚是为了丰富群众菜篮子搞的试验田，你有什么权利查封？权利，这就是权利。孙大炮拍了拍腰间的配枪，老子怀疑这里面藏着违禁品。周红梅，你要是再敢阻拦，连你一起抓！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来人，把周红梅也给我扣下！孙大炮彻底疯了，他觉得只要把这事儿办成铁案，把这些菜献给市里，他就能升官发财。到时候谁还在乎一个供销社主？几个跟班围了上来，周红梅带来的人想反抗，被打倒在地，局势瞬间失控。林秀和苏婉抱在一起哭成泪人，周红梅也被逼到了墙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沉闷的发动机轰鸣声传来，大地似乎都在颤抖。一辆军绿色的卡车像一头钢铁猛兽，撞破了篱笆墙，直接开到了大棚门口。车门打开，陈国栋团长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跳了下来。他们本来是按照约定来拉第一批军民共建蔬菜，结果刚到村口，就听见村民说李刚被抓了，大棚被封了。陈国栋是个暴脾气，当场就火了，都给我住手！陈国栋一声怒吼，震得大棚顶上的塑料布都在抖。那几个正准备对周红梅动手的民兵，看到这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吓得手里的棍子都掉了。孙大炮也愣住了，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孙大炮强装镇定，我们正在执行公务，抓捕投机倒把分子、闲杂人等，执行公务。陈国栋大步走上前，一把揪住孙大炮的衣领，像提小鸡一样把他拎了起来。我问你，李刚在哪？李刚是罪犯，被我关起来了。孙大炮还在嘴硬，你们要是敢包庇罪犯，那就是跟人民作对。罪犯！陈国栋反手从上衣口袋里面掏出一张纸，扔在孙大炮的面前。孙大炮赶紧将纸捡起来看了一眼，睁开你的狗眼看看。陈国栋指着大棚，这是我们部队的军民共建副食品基地，李刚是我们团聘请的农业技术顾问，你抓我们的人，封我们的地，谁给你的胆子？什么？孙大炮脑瓜子嗡嗡的，军民共建技术顾问，他怎么不知道李刚还有这层身份？还不快去放人！李刚要是有什么3长2短，我定要跟你好好理论。陈国栋沉声呵斥孙大炮。孙大炮彻底吓尿了，他知道这次踢到铁板，而且是钢板，快去放人！孙大炮冲手下吼。1个小时后，我被一辆吉普车恭恭敬敬地送回了幸福屯，除了衣服有点皱，我毫发无伤。回到大棚时，里面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孙大炮和王大生那伙人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陈团长和周红梅站在一边正在交谈。看到我回来，林秀不顾一切地扑了上来，刚子，你没事吧？林秀上下摸索着我，眼泪止不住的流。没事，媳妇让你受惊了。我安抚着她。我走到陈国栋面前，陈团长，让你看笑话了，这是什么话？你是咱们的人，谁敢动你就是动我。陈国栋拍了拍我的肩膀，李兄弟，这帮人怎么处置，你说了算。我转过身，看着跪在地上的孙大炮和王大生。孙大炮此时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求饶。李顾问，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也是被王大生这个小人蒙蔽了。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把我当个屁放了吧。这一开口，直接把帽子扣在了王大生的头上。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王大生更是磕头如捣蒜。李刚，不，刚爷，我是猪油蒙了心，看在咱们同村的份上，同村。我冷笑一声，走到王大生面前，当初你儿子要欺负我嫂子，你不仅不管，还倒打一耙，今天又勾结外人来抄我的家，还要置我于死地。这时候你想起来是同村了，我没动手打他们，嫌脏。我转身对周红梅和陈国栋说，周主任，陈团长，这孙大炮身为干部，滥用职权，抢劫民财，还污蔑军属，这王大生做伪证，陷害好人。
我觉得这种害群之马应该交给法律严惩。周红梅点点头，没错，刚才我已经让人去查了孙大炮的办公室，搜出了不少他私吞的违禁品和受贿的账目。这次他跑不了了。陈国栋更直接，来人，把这几个破坏团结的人带走，直接送去市里军事法庭。我要亲自去跟市领导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不要啊！孙大炮和王大生发出绝望的惨叫，被战士们像拖死狗一样拖上了卡车，等待他们的将是彻底的身败名裂和牢狱之灾。处理完这帮垃圾，大棚里重新恢复了平静。陈国栋看着满棚被糟蹋的差不多的蔬菜，一脸心疼。这帮畜生，好好的菜都被踩烂了。没事，根还在，还能长。我安慰道：“李兄弟，这次是我来晚了。”陈国栋有些愧疚。这样，为了防止以后再有这种不长眼的东西来捣乱，我决定在这设个岗哨，派2个战士轮流执勤。我看以后谁还敢来撒野，这太麻烦了吧？不麻烦，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保护群众是我们的责任。陈国栋态度坚决。周红梅也表态，供销社那边我会打好招呼，以后你的菜专车专送，没人敢拦。有了这2句话，我在幸福屯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部队站岗，供销社包销，这简直就是拿到了一块免死金牌。晚上，为了感谢陈团长和周主任，我在家里摆了一桌酒，这次没有外人，只有我们一家，加上陈团长和周红梅。酒过3巡，陈国栋红着脸拍着我的肩膀：“李兄弟，我看你是个干大事的人，这大棚只是个开始，以后要是有什么好点，尽管跟我说，咱们合作大有可为啊！”我端起酒杯，眼神里闪烁着光芒。团长放心，我这脑子里还有不少好东西没掏出来呢。送走贵客，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个亮着灯的大棚，还有门口那个挺拔的岗哨。风雪依旧，但我的心却无比滚烫。孙大炮倒了，王大生废了，现在的我不仅有钱有粮，更有了权势。我摸了摸怀里的空间玉坠，接下来该把那几株灵芝和人参利用起来了，那才是真正的摇钱树。还有空间里那群野猪，也是时候扩大规模了。我要把这个幸福屯变成我李刚的独立王国，让所有跟着我的人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而那些敢跟我作对的人，孙大炮就是他们的下场。孙大炮和王大生倒台后，幸福屯的天彻底亮了。门口那个穿着大衣、背着钢枪的岗哨，成了我李刚最好的名片。以前那些在背后嚼舌根子、眼红我日子的村民，现在见了我比见了亲爹还亲。就连隔壁村的张寡妇见了我都得远远的低头喊一声刚哥。但我没飘，我知道权势是别人给的，只有攥在手里的本事才是自己的。趁着这股热乎劲，我找来了陈团长和周红梅，开了个3方碰头会。陈团长、周主任，现在大棚搞起来了，部队和供销社的供应算是稳住了，但这点量也就是塞个牙缝。我想搞把大的，我在桌子上铺开一张早就画好的草图。幸福屯背靠大山，前面有河，我打算把村后那片110亩的荒地全都开垦出来，一半继续盖大棚种反季菜，另一半咱们搞养殖。养殖？陈国栋眼睛一亮，养啥？野猪还有兔子。我指了指后山，我那点驯兽的本事你们也知道，野猪肉紧实，兔子繁殖快，只要形成规模，以后咱们团的肉食供应我全包了。不仅如此，还能给供销社提供皮毛。好，陈国栋大腿一拍，李刚，你这脑子是真活泛，只要能让战士们吃上肉，我给你出人。那片荒地，我让工兵连来帮你平。周红梅也点头，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要是真干成了，这就是全县的标杆。资金方面，供销社可以预付一部分，只要你保证供货。有了这2位的支持，李家的大业正式拉开了帷幕。第2天，幸福屯沸腾了，招工了，李刚家招工了，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肯出力气，1天1块钱，管3顿饭，顿顿有肉。这消息像炸雷一样，把十里八乡都震动了。别说幸福屯，就是隔壁的林家沟、刘家窝，那些平时在家挨饿的汉子，全都扛着铁锹锄头涌了过来。原本死气沉沉的冬天，在幸福屯却是一片热火朝天，几百号人喊着号子，仅仅用了半个月，就在后山开出了100亩良田，一排排崭新的大棚拔地而起，一眼望不到头。而在山脚下，一个巨大的养殖场也建了起来。我从空间里放出几十头早就繁殖好的野猪和几百只兔子当种子。幸福屯变了，以前大家见面问的是吃了吗？现在问的是今儿在大棚挣了多少。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烟，大姑娘小媳妇脸上都有了笑容。那些曾经看不起我、欺负过我的村民，现在一个个对我感恩戴德，恨不得给我立生祠。因为我不仅让他们吃饱了饭，还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尊严。日子红火了，家里的喜事也跟着来了。这天中午，林秀正在灶台边给我盛饭，突然她眉头一皱，捂着嘴干呕了一声，手里的碗差点没拿住。咋了媳妇？是不是累着了？我赶紧放下筷子扶住她。林秀脸色有点白，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子喜气。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旁边的苏婉和刘明月，趴在我耳边小声说：“刚子，我那个这月没来。”我愣了一下，随即狂喜涌上心头。你是说有了？林秀红着脸点了点头，哈哈哈哈，我要当爹了！我高兴的一把抱起林秀，在屋里转了3圈。媳妇，你真是我的大功臣。苏婉和刘明月在一旁看着，虽然早就猜到，但听到确切消息，还是忍不住露出羡慕的神色。苏婉走过来，眼神复杂的看着我，又看了看林秀，轻声说：“恭喜李大哥，恭喜秀儿姐，这可是咱们家的大喜事。”刘明月也跟着拍手，太好了，我要当小姨了。我看着苏婉眨巴眨巴的大眼睛，心里觉得她挺辛苦。这段时间，她帮我管账，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早就成了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份子。我放下林秀，走到苏婉面前，轻轻拍了拍她肩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这个家离不开你。苏婉身子一颤，眼圈瞬间红了。她知道这就是信任，不辛苦，只要能帮助到这个家，做什么都是愿意的。苏婉低声说。林秀也走过来，拉住2人的手，妹子，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这一刻，屋里充满了温馨和希望。夜深了，林秀因为怀孕容易累，早早睡下了。苏婉还在灯下核对着大棚的账目。我披上大衣，走出屋子，站在院子，远处100亩大棚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像是一条条卧龙。养殖场里偶尔传来几声猪叫，那是财富的声音。村口的岗哨依然挺立，那是安全的保障。我摸了摸胸口的玉坠，意识沉入空间。空间里那几株灵芝
已经长成了脸盆大小，旁边的人参也结出了红紫，那口灵泉依旧源源不断的冒着白气，滋养着这片神奇的土。现在的我手里有权有粮有钱，还有了即将出世的孩子，但这还不够，我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群山，投向了那个更广阔的世界。这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要利用这个空间，利用我掌握的知识，在这个时代建立起一个属于我的商业帝国。我要把这些大棚推广到全县，甚至全市。我要让这里的特产卖到全国去。我要让李刚这个名字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传奇。刚哥，外面冷，进屋吧。苏婉不知何时走了出来，把一件厚衣服披在我肩上。我回过头，看着他温柔的脸庞，笑了。走，回屋，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风雪停了，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